这5分钱的鸡蛋竟然让女人被抽3天3夜。江小爱，你装洗也没有用，敢偷家里的鸡蛋，今天我非打洗你不可！都进城几个月了，还改不了你腿子习性，手脚不干净。恍惚中，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涌入了脑海。他江小爱，后世最顶尖的中西医双料圣手，在高速路遭遇车祸，嘎啦穿越成了70年代的一个受气包军嫂，还被一个老太婆责打羞辱。就在老太婆手中的笤帚再一次要打下来时，原本瘫倒的江小爱猛然跃起，一把抢过笤帚，把老太婆拍倒在地。老太婆做梦都没想到，一贯唯唯诺诺的江小爱竟敢动手打她。莫天理了，孙女要打死奶奶了！不孝的东西，你要下18层地狱！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别好了，这大雪天的，花园压根没人。旁边吓傻的沈婷回过神来，一边扶起老太婆，一边茶言茶语起来。姐姐，你怎么能打奶奶呢？奶奶是长辈，咱们要孝顺，要尊重。姐姐，你回到沈家，我立马就把跟陆家的婚事让给你了。陆家可是显赫人家呀，我和陆哥哥自小青梅竹马，你还要怎么样？你如果介意我占了你沈家女儿的位置，我明天就离开沈家，只求你不要把气撒在奶奶身上，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聒噪，这绿茶女脑子莫不是有包？这沈家报错的养女，让人家亲闺女替嫁给植物人，还把话说得这么恬不知耻，真是得了便宜卖乖，恶心到家了。你江小爱懒得理这对婆孙，拎起竹篮仔细检查里面的鸡蛋。原身自小跟着养父学医术，是打算用滚鸡蛋的土法子治疗植物人丈夫。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这是我卖头发换来的鸡蛋，少冤枉好人。你们打碎了2个，必须赔偿，今天之内赔我2个鸡蛋，否则这事没完。说罢，江小爱甩了甩狗啃过一般的头发，转身离开。江小爱回到病房，打量着便宜老公，虽说是个活死人，长得倒是挺帅啊。随后她给男人诊脉，检查了伤处，又掐了掐他的肌肉。你遇上我算是有造化，最多1个月，我让你活蹦乱跳。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位便宜老公叫陆少林，立功无数，家世也显赫，是全军最年轻的副营长。半年前执行任务时，为了保护战友，受了重伤，成为了植物人。而原本要与陆少林结婚的对象是沈婷，沈婷小时候被人贩子拐了，被陆少林给救了。两家人见面，发现双方老爷子是昔日战友，就定了娃娃亲。沈家因着这门亲事，吃到不少红利。陆少林成了植物人后，沈家既不忍心沈婷嫁给植物人，又舍不得放弃陆家这门显赫的亲家，还担心被人背后戳脊梁骨，因为陆少林舍命救下的战友就是沈家的大儿子。好巧不巧的，沈婷体检发现血型和沈家人不匹配，随便一打听，沈家便在乡下找到了原身。一贯疼爱他的养父母不想耽误他，说了很多绝情的话，把他赶出家门。原身被接回沈家后，当天就遭到各种威逼利诱，让他主动给住在京市的陆家爷爷打电话，说自己崇拜英雄，自愿履行婚约。这半年里，原身不仅要在军区医院照顾陆少林，还要给沈家当保姆，包揽沈家大大小小的家务事。关键是做了这么多事情，不仅不落好，还整天被沈老太婆打骂，被假千金沈婷算计，被沈家的父母哥哥各种欺负。江小爱总觉得事情透着古怪，整件事的时间节点卡得太准了。陆少林刚变成植物人，沈婷就查出不是沈家女儿，20年前报错，怎么会这么轻易找到？还有，沈家一直不提给江小爱改姓的事情，在江小爱看来，沈家压根不是真心想认回亲闺女，只是想找个冤大头替嫁罢了。原身啊原身，你这是被算计了，你放心，我会替你讨回公道。只是在讨公道之前，必须先调理好身体，这小身板亏虚太严重。江小爱坐在病房里静心调息。小爱，大事不好了，你奶奶去部队找领导告状了，说你打她，还打沈婷，还说你撒谎，手脚不干净，偷了家里的鸡蛋。记忆里，这位是个心直口快的主，和原身关系不错。江小爱漫不经心的一笑。我当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就这，让他闹吧，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时候，楼下有停车的声音，胖护士探出脑袋一看，是军区的方旅长和赵参谋长，我的老天爷呀，完了，全完了。江小爱握了握拳头，眼神幽冷。来得正好，今天就是申冤日，新账老账一起算。你就是小江啊，你和小陆结婚，我在巡视部队，又赶上去京市学习，今天才见到你。你照顾小陆半年了，真是辛苦你了，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小陆是部队的英雄，部队不会不管。方旅长，我不怕辛苦，但是要说困难，确实有。好，那你说，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方旅长露出一丝笑容，这年轻丫头倒是不客气，不过她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人。用乡下的土法子可以治好陆少林，可是偏偏有人使绊子。这话一出，院长和几个医生有些不乐意了。小江同志，你那个鸡蛋疗法不靠谱，不科学。科不科学的，试试不就知道了。只要你们全力配合我，3天让他醒过来，1周让他下地走路，1个月让他活蹦乱跳的回部队，
当然，我有这么大的把握，主要是医院前期治疗得当，后期只要用我的土法子，必然能有好的结果。江小爱不想得罪这些医生，毕竟他们只是医术差而已，人品还是好的。医院院长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方旅长瞬间激动起来：小江，你说的当真？我敢立军令状。好，不管是鸡蛋疗法还是鸭蛋疗法，只要能救醒陆少林这臭小子，我全力支持。方旅长，支持不能只是耍嘴皮子，要落实到行动上。他们两个抢了陆少林的救命鸡蛋，还冤枉是我偷的，这件事情请方旅长做主。那鸡蛋本来就是你偷家里的。看来今天我要当一回包青天了。青天大老爷，您不觉得我的头发有些奇怪吗？难道你是想告状，有人故意剪坏了你的头发？头发被我卖了，就在医院对面的国营理发店卖了头发，换了鸡蛋票和20个鸡蛋。如果不信，方旅长，您可以安排人去调查。方旅长瞬间脸色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江小爱作为陆少林的妻子，怎么会沦落到卖头发的地步？两个警卫员已经默默离开病房了，他们跟了方旅长很多年，自然知道方旅长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证据。小江同志，你没有钱和票吗？为什么要用头发换？部队给的任务津贴、伤病补贴还有奖励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据我所知，陆老爷子虽说人在京市，但也月寄钱。不瞒你们说，这些钱我一分都没有见到，因为沈家人说我是乡下来的，不会管钱，钱由他们保管。可是我自己吃不饱就算了，我想给陆少林治病，用自己头发换了鸡蛋，他们还要诬陷我，说是我偷来的。方旅长，这日子没法过了。江小爱说着，努力地挤出2滴泪水。你还吃不饱？江小爱一抹泪痕，委屈巴巴地撸起袖子。何止是吃不饱，还要挨打呢。昨天为了等陆少林的检查报告，午饭比平时晚了20分钟，奶奶就拿擀面杖打我。看着江小爱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擦伤也有刀伤，处处是伤，简直触目惊心。只是吃饭晚20分钟而已，至于毒打小爱吗？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再说了，昨天是医院有临时会议，所有人的检查报告都推迟了。这么多伤，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我去给你拿药水，还是要处理一下才行。方旅长阴沉着脸，努力克制着火气。沈家老太太，你怎么解释？沈老太有些害怕了，她呆呆地站在原地。沈婷眼珠子一转，说道：方旅长，姐姐是犯错了，奶奶才教训她。再说了，哪家长辈不打孩子啊？现在的问题是江小爱打了奶奶，军嫂打老人，忤逆不孝。谁家打孩子打这么狠啊？奶奶冤枉我偷鸡蛋，拿着笤帚把我往死里打，我只是被打懵了，夺过她打我的笤帚，顺手抡了一下，能造成什么伤害？自从我被认回沈家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被欺负了半年，真的是忍无可忍，再不还手，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尸体了。这是正当防卫，别给我们部队的军嫂扣罪名。可是奶奶毕竟是长辈，年岁大了，刚才奶奶还说心口不舒服呢。这里是医院，正好给你奶奶验个伤，也给小江同志养个伤。仅凭我目测，单是他手臂上的伤就可以报公安了。沈老太一听要报公安，立马翻了个白眼，晕倒在一把椅子上。江小爱眼眸一扫，讥诮道：奶奶，您就别装了，晕的也太假了。沈老太装晕被揭穿，她抓着沈婷的手：婷婷，你说句话啊！沈婷也烦死了，心中埋怨老太太怎么装晕都不会，连累她现在跟着一起丢人。方旅长，今天这事儿说到底只是我们沈家的事情，一家人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一家人，我姓江，你们姓沈，算哪门子的一家人？什么叫没有深仇大恨？我跟沈家不共戴天。江小爱今天就非要把事情闹大，她既然占了这具小身板，就必须给原身申冤。趁着这个机会，她要跟沈家划清界限。姐姐，你过分了！你一回到家，我就把婚约让给你了。我和陆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都不恨你，你却说跟我们不共戴天。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说什么都不会把陆哥哥让给你。沈婷这番话其实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刚才江小爱说能治好陆少林，她的心思就又开始活络起来。旅长，这位是国营理发店的王师傅，他能给小江嫂子证明。对，我能作证，是我们店收头发，换了钱和票，就去旁边供销社买了鸡蛋，那鸡蛋肯定不是偷的。沈婷有些尴尬，假咳了2声。姐姐，你没偷东西就好，我之前还担心你走歪了路呢，这下我就放心了，以后也要好好做人才行。江小爱真的忍无可忍了，你诬陷我偷窃，还让我好好做人，沈婷，你要点脸行吗？沈婷咬着牙，脸一会白一会红。你说我抢了你的婚事，你和陆少林青梅竹马，感情深厚，那我问问你，陆少林昏迷这么久，你来照顾过一次吗？沈婷支支吾吾的，很快又想到了借口。她现在是我妹夫，我只能把感情埋在心底，我不能逾越了身份。赵参谋是个人精，立马说道：沈婷，那你就记住自己的身份，等小陆康复了，也要保持距离。
赵参谋的言下之意，在场的人都明白。陆少林出事之前，沈婷一有空就往部队跑，但凡部队有个女同志多跟陆少林说2句话，他都能阴阳半天。江小爱心里的那些怀疑，部队上的人早就有议论了。沈婷此时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早知道今天就不该去部队告状。既然都是误会，方旅掌柜人事忙，我们就不打扰了。沈婷说着，挽起沈老太的手臂。奶奶，咱们回家吧。事情还没有解决呢，走什么走？旅长，我把沈家在棉纺织家属院的邻居给请来了几位。沈家可不是东西了，小爱每天要洗衣、做饭、打扫，所有的家务事她一个人做。亏着小爱还要天天跑医院，他们也不知道心疼。沈家一群老老小小的，还整天让小爱按摩，完全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把人当使唤丫头。首长，沈家大儿子沈成是你们部队的吧？他让小爱给他擦皮鞋、刷球鞋。上个礼拜，小爱稍微慢了一点，说话就不好听了。方旅长听前面的那些就已经很生气了，听到还有沈成的事就更气了，毕竟沈成也是他们旅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沈成说什么了？沈成说的，耽误了军人穿鞋，就是扯部队后腿，影响部队工作，是破坏分子。说小爱乡下来的，不懂事啊！放屁！马上把沈成给我找来，翻了天了！旅长，沈成去京师学习了，昨天刚走。如果不是陆少林成了植物人，去京师学习的机会根本轮不到沈成。他竟然还欺负他救命恩人的妻子，关键还是他亲妹妹。马上把他召回来，他的人品有待考察，重要岗位宁缺毋滥。不，沈老太傻眼了，大孙子的前程怎么说没就没了？方旅长压根没有理会沈老太，只是对江小爱说：“你刚才说的3天让这臭小子醒过来，1个月让他活蹦乱跳的回部队，把人治好了，我上报军区给你立头功。”是，旅长放心。旅长，我希望您能特批，让我在乡下的养父母给我帮忙。我爸爸的医术是祖传的，而且治病也需要我们老家山里的药材。他打算替原身尽孝，利用这个机会把养父母办到城里来。张伟、孙强到。我命令你们从现在起听江小爱的指挥，他不管需要什么药材、器械，负责给他弄来，还要把他乡下的养父母平平安安接来，妥善安排。是，保证完成任务。我和奶奶的体检还要不要做啊？我还等着报案呢。先擦药，小爱啊，你不只要告他们打你，还要告他们诬陷好人，是故意伤人和诽谤。赵参谋眼睛一亮，问道：“小江，你在乡下读过书，读到什么程度？”赵参谋，我在乡下生活，虽然日子不宽裕，但养父母把我视如己出，竭尽全力把我供到了高中毕业。听到城里父母来认我，他们即便舍不得我，还是赶我走，巴望着我进城有个好前途。结果，江小爱想着，等养父母来了，他估计都不忍心把原身之前的遭遇说给养父母听，不知道会心疼成什么样，保不齐在冲动之下做出什么违反法律的事情，能瞒一时是一时吧。体检吧，我腿上、后背都有伤。什么？胖护士瞬间炸裂，要不是一屋子男人，他都要去扯江小爱的衣服验伤了。报案，马上报案！不要！沈老太慌了。沈家虽然都对江小爱态度很差，但真的动手打人的只有他一个。他不想坐牢。沈婷也是心慌，怕受牵连，他不能失去文工团的工作，更不想被团里那几个妖艳的东西嘲笑。姐姐，之前的事情是沈家做的不好，我替全家跟你道歉。你是个大度的人，肯定不会小心眼的，对不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所以我不原谅你们。还有，你有什么资格替沈家道歉？你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养女。沈婷立马落泪，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你有什么不满，就冲着我老太婆来，别欺负婷婷。什么来历不明，什么养女，她是我养大的，就是我的亲孙女。沈婷，你怎么不去乡下江家找你亲爹妈呀？是舍不得城里的好日子，嫌弃乡下人吧？你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哦，做人不能嫌贫爱富，你这样猪狗不如。我不是江家的孩子，江小爱是被他养父母捡来的，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儿。那小爱说你来历不明，没毛病啊，不知道是哪个不要脸的野种。圆圆，注意你的态度，你是护士，是军人。院长低声呵斥，胖护士低下头，撅了撅嘴，没再说话。张大哥，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报案。不许去！沈老太拦在病房门口，顺势躺在地上撒泼耍无赖。军人欺负老太太了，天上的神仙菩萨，你们快显灵了，出来管管啊！神仙都讨厌你，再说了，哪有什么神仙？你这是传播封建思想，罪加一等。方旅长更加理解江小爱的苦，摊上这么个奶奶，真是够的了。闭嘴！再闹就是扰乱军区医院秩序，军法处置，枪毙！方旅长一发威，沈老太不敢闹腾。妈，您这是干嘛呢？婷婷、江小爱，你俩快把奶奶扶起来。
来人是沈老太的儿子沈建业，江小爱的亲爹，但他对这个血缘关系持怀疑态度。可惜这个年代没有 DNA 检测。就在他想到自己实验室的仪器时，眼前竟然浮现了一个提示：是否进入实验室 ？Yes, No。江小爱懵了一瞬间后，立马欣喜若狂。实验室也跟着穿来了，太棒了！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他只能选择了 no， 继续跟眼前这些人周旋。首长好，我是江小爱的父亲陆少林的岳父，我在棉纺厂2车间当主任，我的工作……我不想听你汇报工作，你工作好不好跟我无关。是。江小爱是军嫂，她被你们虐待了半年，浑身是伤。你这个当父亲不管，我们只能报案。别，首长，这都是误会。沈建业瞪了一眼江小爱，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别在外面造谣，败坏沈家的名声。几个沈家的邻居叽叽喳喳的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说出来。沈建业暗骂几个女人没事找事，陪着笑脸跟方旅长说道：首长，您看这事儿咱们私了可以吗？毕竟都是自家人的事情，闹到公安那里不至于。方旅长刚要拒绝，江小爱开口了：私了可以，不过有2个条件。沈建业松了一口气，只要他老妈不坐牢，江小爱有什么小要求，他可以尽量满足。第一，沈家替我保管的钱财全部还给我。第二，我和沈家脱离关系，我以后只是江家的女儿。这2条落实了，我就不报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老太扯着破锣嗓子，这笔钱的数额太庞大了，而且都是有据可查。部队上给陆少林的，陆老爷子每个月会过来的，还有陆家给的聘礼钱，加起来得有1万多了。而且，如果江小爱跟沈家脱离了关系，沈家以后就不能以亲家的身份名正言顺的找陆家要好处。小爱，你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爸爸也是担心你啊。还有啊，你是爸爸的亲闺女，怎么能不认你呢？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吧，沈建业从兜里掏出5块钱，你先拿着花，你吃住都在家里，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想改姓，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等翻了年，爸爸工作不那么忙了，就带你去办。改姓就算了，当初你们不给我落户城里，以后也不必麻烦。至于你说什么我吃住在家里，简直是笑话。我每天在医院守夜，除了到你们家第1天在厨房给我打了个地铺，我没有在沈家过夜。至于吃饭，哼，我把饭菜做好端上桌了，你家老太太就指使我干活，不是去买盐，就是去浇花。运气好能吃点剩饭，运气不好连个渣都不剩。你们家的宝贝沈婷还每天嚷嚷着要留点饭喂狗，说厂区有个流浪狗好可怜，你们都夸她心地善良。我给你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给你们按摩经络，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还饿着肚子。在沈家，我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一条狗。江小爱只要一童不原身的记忆，就气得干颤。沈家的邻居也附和起来。是啊，我看见好几次，沈婷拿着剩饭剩菜去喂狗呢。什么心地善良啊，我看就是没心没肺，缺了大德啊。也不知道沈家怎么想的，虐待亲闺女，把爷中捧在手心里，脑子有包啊。沈婷恨死了江小爱，她的眼神跟淬了毒一般。她今天挨了他一耳光，还被几次3番的羞辱，都是拜江小爱所赐。她迟早要讨回来，让江小爱生不如死。对不起，姐姐，是我大意了，对你关心不够。我一直以为你在厨房做饭，可以尝尝味道，不会饿着的。沈婷忍不住内涵江小爱，肯定利用做饭的机会偷吃了食物。沈婷，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你奶奶什么姓呢？你跟着她长大，能不知道吗？厨房里但凡少一颗葱花，她都能骂姐。小爱做饭，哪次她不是死死盯着？72年的时候，你妈做饭切了12片肉，到饭桌上少了2片，你奶奶逼得你妈差点在篮球场上掉。多亏了你小哥心疼妈妈，说了实话，那肉是你偷吃的，他看见了，你又偷了1片回落塔。当时我还纳闷，你看着你妈上吊都不说实话，咋那么狠心？现在想想啊，不是亲生的吗？沈婷啊，这些你都忘了吗？全场职工和家属可都替你们记着呢。沈婷满脸尴尬，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江小爱心急，想尽快解决这些烂事，她还进他的实验室看看呢。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意就立个字据，咱们私了；不同意就等公安来，公事公办。胖护士在窗口看了一眼，回来了，带了3个公安，2男1女。沈建业急了，小爱，都是一家人，你确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是你们先把事情做绝的，怎么选择你看着办吧。私了。沈建业不得不答应，他的事业、妻子的事业、几个孩子的事业，不能就此葬送了。写吧。沈建业无奈，只能写了断亲书。方旅长和赵参谋作为中间人，也都签了字。钱呢？过完年给你。我没有那个耐心，既然做不到，就让公安把奶奶带走吧。1个月过年前给你，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来，你不至于把你亲爹逼上绝路吧？那些钱用出去不少，他自己为了升副厂长的事情，拿了不少钱去活动。我很奇怪哦，你们替我保存的钱怎么会拿不出来呢？我用了，妈妈是厂子里的会计，咱家出这样的事情，这口碑啊。没有挪用，存了定期而已，取出来亏得多。
没关系，亏的只是利息而已，我不在乎。反正沈家之前吃进去多少，他就要让他们吐出来多少，否则绝不罢休。今天银行快下班了，明天给你。那就先写个欠条。沈建业被逼到这个份上，也没有办法，旁边站着公安呢，只能硬着头皮写。金额不对啊，彩礼钱没写进去，陆爷爷当初给了6000块呢，还有各种电器我可以搬走，但钱你们要还给我。彩礼是给娘家的，哪有嫁出去的女儿把彩礼带走的？彩礼钱是男方家为了报答女方家庭对女儿的养育之恩表示的心意。你们养小爱了吗？出生就报错了，把她找回家第一天就逼婚嫁个不认识的植物人，就算彩礼要留在娘家，也是留给江家，与沈家有半毛钱关系吗？吃相太难看了。那就抓我去坐牢吧。不行，沈婷并不想把这笔钱便宜了江小爱，她手里还攥着一个江小爱的把柄。姐姐，我跟你说句悄悄话，陆少宇。你说陆少宇啊，我认识啊，干活偷奸耍滑，还爱装病，整天缠着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江小爱可以肯定，陆少宇背后说了他不少坏话，所以他可不会像原身那样替陆少宇遮掩，有些事实应该捅出来。沈婷惊掉了下巴，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接茬了。沈婷，你该不会是想给我造什么谣吧？在我追债的时候跟我说悄悄话，说的还是一个婚前的追求者，你在打什么主意？我没有。沈婷急了，红着脸说：你和陆少宇睡过？你看见了？时间、地点、细节，你给我好好描述一下。我是陆少宇说的。那就找他来对质。我倒是想问问他，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都已经亲密到可以说这种隐私了吗？没有，我跟他没关系。沈婷急忙撇清，陆少宇是个什么货色，他很清楚。以前想着陆少林成了植物人，陆老爷子肯定会扶持陆少宇这个侄孙，所以他最近半年跟陆少宇频繁联系。跟他没关系，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么不害臊的话？他如果骚扰你，你可以找公安帮忙哦。没有。沈婷内心是崩溃的，即便陆少宇是个废物，他也是陆老爷子的侄孙，不敢轻易得罪。其实你和陆少宇也挺般配，别不好意思承认，你们俩睡过了吧？在他的认知里，被人冤枉，如果只是辩解，就中了对方的圈套，所以他必须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没有，你别造谣，你有证据吗？难道不是你先造谣的吗？你说我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我是军嫂，你恶意造谣，挑拨离间，破坏军婚。江小爱直接给沈婷扣上了罪名。沈建业原本希望沈婷拿捏住江小爱，这下倒是麻烦了，老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好，沈婷也快保不住了。彩礼都还给你，我写欠条。沈建业只希望破财免灾，尽快结束闹剧。他还指望沈婷嫁个高门，以后能帮衬沈家。江小爱指点着沈建业写欠条，金额、还款时间等，绝对不能糊弄。拿着欠条，江小爱说道：记住，明天之内哦。我知道，我警告你，不要胡乱编排婷婷，她干干净净的，和你不一样。沈老太一脸的愤恨，今天吃了大亏，他也跟着骂江小爱。你个污糟玩意儿，你自己是个搞破鞋的屎壳郎，还敢诬陷婷婷，造她的黄谣，沈家不认你了，嫌你脏，恶心玩意儿，还好意思活着？你就该找根麻绳，早点吊死，早点投胎。沈婷也哽咽着，爸爸、奶奶，你们是明白我的，我在你们身边长大，绝不会跟乡下人一样乱搞，我一直都很乖。江小爱面无表情，抿着嘴唇，略带玩味地看着沈婷，终究是笑出声来。你笑什么？沈婷啊，沈婷，我原本没打算锤死你，可你们几个偏偏要惹我，没办法，那我只能狠心公开证据了。你真有证据？一个棉纺厂的老邻居瞬间眼睛放光，今天这一趟来的超值了，吃了这么多的瓜。方旅长一个男人，竟然也起了八卦之心。你有什么证据？你看见了？还是有照片？难道真是陆老爷子的侄孙？我什么都没看见，更不可能有照片，但是铁证如山。江小爱一副神秘兮兮的调调，随后嘻嘻一笑，直接说道：沈婷怀孕了，胎儿应该有2个月了。几个棉纺厂的邻居眼睛里闪耀着兴奋之光，这个大瓜简直绝了。你胡说！你怎么知道的？小爱，透露一下，中医面诊听说过吗？我听说过，不过你这也太……我们医院的中医都是通过诊脉判断女性是否怀孕。院长，我在村里是外号小神医，医术高明的很哦，所以你要相信，用我的土法子一定可以让陆少林好起来。以后医院遇到什么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尽管找我。你别胡咧咧，我们婷婷还是黄花大闺女，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当着我们的面打人，我们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奶奶，咱们走，我要回家，他们都欺负我，造谣不得好死。正常情况下，女孩子被造谣怀孕，又是在医院里，肯定会立马要求检查，找个老中医一把脉就知道了。你这吓得要逃跑，不符合常理啊，是心虚了吗？你造谣我孙女，我撕烂你的嘴！要不就检查一下吧。你们是一伙的，就算检查了，我是清白的，你们也会冤枉我。你们都在欺负我，我不相信你们，我要回家。
沈婷哭唧唧的往外跑，院长一副无奈的表情。沈老太和沈建业见沈婷跑了，也跟着追了出去。没人拦着他们，毕竟段亲书写了，欠条也写了。别忘了赔偿我2个鸡蛋，否则我还有沈婷的秘密要公开。她还有啥秘密？我有医德，我不喜欢随便泄露别人的隐私。当然，如果遇到不讲信用的，我也会有反制措施。我希望他们不要还你鸡蛋，这样就有好戏看了。胖护士眼神里有失望，也有期待，但终究没有逼问江小爱。院长真的忍无可忍了。圆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在7号特护病房里聊天看热闹吗？你不也一直看热闹，上梁不正下梁歪吗？圆圆撅了撅嘴，然后跟江小爱说：我去工作了，你身上的伤还没有上药，等这群男人走了，我再来给你检查。圆圆出门前瞪了一眼院长，这父女俩挺有趣儿的，长得也挺像。只是他没有点破，圆圆没有说过，院长也没有说，虽然他猜到了，但也不会多事。小江同志，你那一身伤就这么算了吗？他总觉得江小爱今天觉醒了，不可能拿了钱就息事宁人。我同意私了，说话算数，绝不反悔，但能不能私了，要国家法律说了算，对吧，公安同志？看了半天热闹的公安瞬间笑了，开口说道：如果是小伤，愿意私了是可以的，我们也乐得清闲。那如果伤情严重呢？他只从江小爱的手臂就看出来，这伤绝对够判刑的了，尤其是几道刀疤，触目惊心。院长同志问得好，如果伤情鉴定达到一定级别，那就是刑事案件，必须立案调查，后面移交司法那边，该有的程序一个都不会少。赵参谋纳闷，乡下的高中教学质量这么好吗？这个法律常识他都没听说过啊！这江小爱是个人才啊，他不能放过这个人才。小江同志，你是军嫂，按照小陆的级别，你以后也可以随军。部队的子弟校缺老师，你有没有兴趣？小江同志一定没有兴趣，当孩子王哪有治病救人有意义啊？你跟我抢人？他老婆是部队子弟校的校长，每天都在发愁找不到好老师。他是真想把江小爱送到他老婆麾下，这样他老婆能多给他几天好脸色。院长倒是不敢表态了，毕竟江小爱今天展示出来的艺术并没有得到证实。如果这一切得到了证实，那他真的就是小神医。再加上这半年来江小爱在医院照顾陆少林的态度，那种毅力，他就算是豁出去，也要搞到特招名额，把江小爱弄到医院来。感谢3位公安同志特意过来一趟，你们辛苦了。不过今天实在太累，没有力气做伤情鉴定，要不后天。公安同志立马明白，这姑娘是惦记着让沈家先还钱呢。我们也忙，就先告辞了。记住，被打了随时可以报案。不用担心沈家赖账，他们不还钱，我收拾他们。方旅长说着，从口袋掏出20块钱。你现在还是没钱吧？拿着，把头发收拾一下，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对了，别忘了让那个小胖子给你看看伤，有事吩咐张伟和孙强。江小爱没有推辞，直接收下来。方旅长，谢谢您，这钱真的是雪中送炭，我就不跟您客气了。但是这钱算我借的，回头我加倍还您。这个年代，棉纺厂的普工一个月才32.5的工资，20块不是小数目了。他不知道方旅长的家境，不能贸然收下。跟我客气什么？小陆出这么大的事情，我理应照顾你，就当是慰问金。再提还钱，我就生气了。方旅长看了一眼病床上的陆少林，这混小子倒是有福气。我不能白拿您的钱，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您整个平安麦，这样行吗？好，我身体好着呢，别看我50多了，一顿能吃8个馒头。江小爱无语，饭量大也能炫耀。一番诊脉，江小爱面色凝重起来。您是不是睡眠不好？每天晚上3点会醒过来，然后就睡不着了，到了5点又能再睡一会儿。对呀，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估计就是水喝多，起来小便，心里又琢磨工作。您去做个检查吧，肺部。我肺没事儿，不咳不喘也不疼。小江，别小题大做了。院长一脸凝重，他虽然是西医出身，但中医的一些道理他是明白的。每天3点醒，妥妥就是肺部问题。小江同志，你直说吧，严重吗？有个肿瘤，大约8毫米，但放心，我能治，我有办法。你确定？院长疑惑，这也太离谱了吧。方旅长，要不做个检查吧？这是他今天第4次邀约体检了，终于方旅长给了他这个面子。好，马上安排检查，尽快给我结果。是。院长答应得很利索，立马带着医护人员去安排了。院长很激动，如果江小爱摸个脉就能判断出肿瘤，还能判断出大小，那他愿意把院长的位置让出来给江小爱。方旅长其实感觉不到肺部有不舒服，内心是排斥检查的，但他依然答应下来了，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立马验证江小爱的医术。他要知道陆少林是不是真的有救。这下咱们旅长是彻底相信小江同志的医术了。旅长是在为病房里那混小子高兴呢。是啊，那傻小子因祸得福，娶了这么好一个媳妇，他还不知道呢。您是个好领导，陆少林在您手下是他的福气。小江同志，你刚才说你能治，可不可以那个？医术是个好东西，我不会藏着掖着。您可以多安排几个悟性高的，跟着我学。治病救人的法子，应该让更多的人学会，而不是掌握在个别人手里当敛财的砝码。院长激动的都快哭了。
小江同志，你年纪不大，但医术高明，格局大，我实在佩服。院长，您别客气。要治疗，至少等到后天。我身体太虚，不能施针，有些药也需要我爸爸从老家带来。山里野生的和药房里的效果不一样，您应该懂的。好，小江，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哎呦，今天我这20块钱花得太值了。方旅长赶着回部队，带着人匆匆走了。院长则把江小爱当宝贝疙瘩一般，直接请他吃了大餐。整个吃饭期间，都各种游说江小爱，想把人挖到医院来。你倒是表个态啊，当军医难道不好吗？我自由散漫，不适合当军人。不过，如果医院有疑难杂症，您跟我说，我肯定帮忙，绝不推辞。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穿越前，他经常听师傅讲，中医的很多药方就是在几十年前被隔壁最恶心的岛国人用低价买走专利权，注册商标后加个包装，再高价卖回我们华国。还有一些外国人故意炒作中医无用，目的其实就是为西药打开市场，以至于后世的很多国人根本不认可中医的疗效。一个小感冒去大医院就要花好几百，而中药治疗感冒10几块的药也就解决问题了。奈何人们不信中医。每次说到这些，师傅都捂着心口，眼神里是万般的无奈。现在他意外回到了1976年，他有机会阻止这一切，他一定会为此拼尽全力。江小爱回到病房里，锁上房门，脑子里开始想实验室，瞬间眼前又浮现了刚才一模一样的选项。江小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yes， 和他后世的实验室一模一样，各种设备、药材应有尽有，给陆少林和方旅长治病的药材都有，做亲子鉴定的设备也有，实验室后面的药源也在，最养人的天泉水也很清澈。他带了一瓮天泉水和几株草药，匆匆出来了。毕竟他不知道进去这个空间实验室后，时间流速是什么情况。江小爱用灵泉水给陆少林擦了擦身体，尤其是他要施针的穴位，然后又把药材在嘴里嚼了嚼，给他敷上。随后他拿起纸笔，写了一些药材名称，还有老家的地址。张伟和孙强这时候进来了。张大哥、孙大哥，麻烦你们了，这是我家地址，把这些药材告诉我爸爸，他会带来的。小爱，我知道沈婷的秘密了。沈家老四过来还鸡蛋，我扎了他几句，他就什么都说了。沈老四知道？不可能啊，得脏病这种事情。不对，这胖姐知道的秘密和我说的秘密一定不是同一个秘密。说说看，是什么秘密？我看对不对？沈婷脚臭，巨臭无比，是馊鸡蛋的味道。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对，你真是个大聪明。他那么怕大家知道，我就偏要传的全医院、全军区都知道。文工团的报幕员，他脚臭。笑了一阵子，胖护士终于想起正事儿。你俩出去，我给小爱看看伤口。那么多钱，你让我去哪儿凑啊？你怎么能答应他？还签了欠条，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翻了天啊！敢吼我儿子，信不信我让儿子跟你离婚？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男人是天，你得敬着。你娘家侄女不是在肉联厂上班吗？让她把工作卖了，一个女孩子家，迟早要嫁人，在那种血淋淋的地方上班，没人要的。妈，他不会答应的。那个工作也是我哥找了不少关系，还花了500块才买到的。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哥有钱有关系，那你跟你哥去借啊。听说你嫂子的娘家弟媳妇的姑姑是个有钱的，你也可以去借。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怎么可能借给我钱？而且还这么多。没用的东西，人家儿媳妇都能从娘家拿钱回来补贴家用，就你不是会计吗？要不把厂子里的钱先挪一点出来。不行，绝对不行。这种事一旦发现，开除都是轻，遇上严打那是要吃枪子的。沈建设刚才默许母亲给老婆施压，也希望老婆去借钱，但是挪用公款这种事情他也是不允的。这个家谁都不能坐牢。妈，你希望几个孩子有个吃牢饭的母亲吗？那样他们就都完了。这个法子以后别提了。那钱怎么办？先凑一凑。妈，你手里还有多少？我没有。沈建业推了推韩春平，想让他当坏人去跟老太太要钱，但韩春平就是不开口。这种事情他经历的太多了，被沈建业当枪，自己落一身不是。沈建业还埋怨他处不好婆媳关系，沈建业没法子，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开口了。妈，我知道你手里还有，等渡过难关，咱一家子好好工作，孙子们也长大挣钱了，肯定好好孝顺你。我说了，我没钱，钱都被老家那些穷鬼给搜刮走了，我连棺材本都借出去了，他们不还钱，我也没法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京师学习了吗？托您的福，搞出这么多事情，旅长亲自下的命令把我撤回来了，还让我暂时休息几天。这是把你当弃子了？明摆着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妈，您今天到底还做了什么？您要钱，我去卖血都行，可是老大眼看着要生了，您这不是毁他前程吗？
妈，到底怎么回事？是那些邻居多嘴，看见那件丫头给老大刷鞋，就添油加醋的跟风旅长告状。我看那件丫头就是故意的，刷鞋也不知道背着点人。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他真的想不通，起因就为了一筐破鸡蛋，倾家荡产不说，还毁了老大事业。你黑着个脸干什么？我是你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就算老大当不了营长，也是个代理副营长，也很体面。老太太不觉得自己有错，错的都是别人。沈建业不能跟亲妈发火，只能对着阳台上发呆的沈婷撒气。沈婷，你给我滚进来！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你撺掇你奶奶？这事儿跟婷婷没关系，她今天被那个贱丫头欺负，你当爸爸的不好好劝劝，你发什么邪火？你敢动婷婷一根毫毛，我就死给你看！妈，您不能一直袒护他，他都20岁了，还那么不懂事，实在不行把他送走。反正他们文工团有宿舍，把小爱接回家，好好哄一哄。钱的事情也许还有转圜。你要赶婷婷走，你是不是想我死？逼死亲妈，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韩春平不理解，老太太一贯重男轻女，为什么唯独对沈婷不一样？沈婷从阳台冲去了厕所，不停地干呕。老太太急急地过去照顾。老太太说小爱造谣沈婷怀孕，可是她……韩春平生了5个孩子，她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干呕意味着什么。你马上带她去医院，小的那种。沈建业眼神里露出一丝狠意。如果真的有了孽种，就打了。我们厂长的侄子对他有意思，厂长今天还跟我打招呼，想一起吃个饭。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岔子。谁说这是孽种？这是我的孩子。沈家老四刚一进门就听见这一切，立马表明了态度。沈浩，你给我再说一遍。婷婷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四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跟你……即便现在人人都猜出来了，他依然不想承认。未婚先孕这种事情一旦坐实了，他不仅会丢了文工团的工作，还会被周围的唾沫星子淹死，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他那个功利性极重的父亲一定不会再要他了。婷婷，你别怕，一切有我，我会对你负责。你快坐下来。四哥，虽说我们兄妹感情一直很好，但现在我们长大了，还是保持距离吧。我知道你是听了闲言闲语，为了保护我才那样说的。你放心，我没有怀孕，真的。你个蠢东西，你妹妹只是吃坏了肚子，别信江小爱那个污糟东西造谣。韩春平心里嘀咕，老太太莫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她看看沈婷，又看看四儿子。婷婷，你不要害怕，沈浩对你做过什么？你说实话，妈一定会帮你。未婚先孕不是那么好遮掩的，迟早东窗事发，他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才好想法子解决。妈，你就别逼婷婷了。之前你们不在家的时候，我跟婷婷亲过嘴，估计就是那时候怀上的。就只是亲过嘴，没干别的？就亲过嘴，我肯定会负责任。躺一起睡了没？脱没脱衣裳？沈婷气死了，这种问题简直就是把她的颜面踩在地上摩擦。没有，什么都没有。四哥说的亲过也不是真的，是四哥帮我挂窗帘，他从凳子上跌下来，重心不稳，不小心碰到嘴。我和四哥就是兄妹关系，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沈建业松了一口气，只要沈婷肚子里的孽种不是自家傻儿子的就好。虽然是不小心，但也亲上了，这个孩子我认了。爸妈，我想好了，我娶了婷婷，反正我们又不是亲兄妹，你们不是早就想抱孙子了吗？沈建业没有说话，心里还在琢磨着，等眼下的事情处理好，要好好提点一下这傻小子。还有自家大儿子结婚2年多了，儿媳妇肚子还没有动静，该不会老大也这么蠢吧？你个蠢东西，要工作没工作，要本事没本事，还妄想娶婷婷，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沈浩一边躲一边质问：奶奶，我才是您亲孙子。爸妈，我今天被江小爱欺负，确实是身体不舒服，我先休息了。韩春平立马跟进去，他必须弄清楚是谁搞大了沈婷的肚子。沈建业不想在家待着，一出门就看见了厂长2口子在散步。钱厂长、王大姐散步啊，真巧啊！大侄子啥时候过来啊？老沈啊，上午我跟你说的那事儿临时有变，我侄子要去外地出差，一走可能好几个月。钱厂长，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都是假的，是江小爱那个贱丫头故意造谣，我已经跟她断绝关系了。老沈，你误会了，我压根儿没到什么谣言，真是出差去了。你放心，咱们是老交情了。随后，钱厂长借口家里有事，可老婆赶紧走了。沈建业就是个蠢货，不好好宠着江小爱，还跟江小爱断亲，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就算江小爱嫁的是个胡喜人，那也是陆老爷子的孙媳妇啊。我早知道那沈婷不是个安分的，要不是为了跟陆家攀上关系，你姐怎么舍得让她宝贝儿子跟沈婷那种货色相亲？不过啊，那江小爱是个软柿子，保不齐又让沈家给骗回来。反正你刚才也没把话说绝，咱再看看吧。实在不行，明天我去一趟医院，好好劝劝那丫头。我看行，你试探一下那丫头的口风，如果是铁了心要跟沈家断亲，咱们认她当干女儿。江小爱打了个喷嚏，不知道谁在算计她呢。这时候，胖护士又颠颠儿的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很知性却面容憔悴的女人。小爱，这是陆少林的妈妈，她刚平反，连回家都顾不上，就急急过来了。江小爱刚想打招呼，女人倒是先发话了：“你不配当我的儿媳妇，这门婚事我不承认。”
你们的婚姻不符合正规流程，我会尽快想办法让民政那边的同志撤销婚姻登记。以后不要说你是陆少林的妻子，你是未婚。我儿子我会照顾，现在你可以走了。我看你长得人斯文，还当你是个好人呢，又是帮你拎行李，又是给你带路，没想到你是个没良心的。你知不知小爱照顾这个活死人有多辛苦？周静书抿了抿唇，看着江小爱，神色复杂。你照顾我儿子，我很感激，我会给你补偿，但是这门婚事必须作废。你什么玩意儿啊！我就知道天底下没有好婆婆，一个比一个恶毒。圆圆，别这样说，我同意作废婚姻，和民政那边协商的事情就辛苦您了。江小爱看了看病床上的便宜老公，虽然帅得掉渣渣，但毕竟没有感情基础。她原本就打算治好陆少林，就解决掉这段婚姻的。不过我暂时不能走，我跟方旅长立下了军令状，3天让他醒过来，1周让他下地走路，1个月让他活蹦乱跳的回部队，所以我暂时需要留在医院里，希望您能理解。你真的能？一定能。后天陆少林能醒，我想这么一点时间你应该能给我吧。如果后天他还这样睡着，您随意处置我。孙强这时候回来了，还买了热饭热菜。周老师，您先吃饭，我给您安排了招待所，回头我送您过去。谢谢，辛苦你了，让小江去休息吧，我留在医院。走，休息去。胖护士扯着江小爱的手臂冲出了病房，江小爱没有反对，必须休息好了才有能力给陆少林施针。胖护士把她安排在了医护人员的休息室，江小爱睡了个懒觉，这大概是这具身板半年来第一次睡足了。趁着休息室没人时，迅速去进了空间实验室，取了一瓶天泉水。他不敢喝，担心自己的伤口好得太快，伤情鉴定太轻，不能收拾沈家那个老巫婆。把水拿去病房，周静书正在给陆少林翻身。阿姨，我来吧。不，还是我来，体力活我做就行，之后辛苦你给他治病就行，别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周静书不忍心让江小爱再操劳，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她儿子已经辛苦了半年，她不能太自私。昨天她说了狠话，再跟江小爱见面倒是有些尴尬了。阿姨，您不知道穴位。江小爱说着，用毛巾沾了沾天泉水，点在穴位上按摩，同时给周静书讲解穴位的重要性。周静书拿着小本本，把穴位一一记下来。这个水，周静书觉得水一定不一般，是医院花园美蕊上弄来的血水。江小爱信口胡说，当然这个谎言是不会被拆穿的。自从入冬下雪开始，原生一直用梅蕊雪给陆少林擦身体，医院很多人都知道。没想到梅蕊雪能治病。阿姨，梅花和干净的雪都是可以入药的，以前不少文人雅客还拿来泡茶呢。对了，鸡蛋也能治病，回头让孙强帮忙煮了，再督脉，也就是后脊背，来回滚一滚。今天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了，明天施针后他一定能醒。孙强一听，立马拿了筐子，我马上去煮。全都煮了吗？对，全煮了。其实用不用这个法子都行，但昨天因为鸡蛋闹了那么多事情，所以必须派上用场才行。王阿姨，辛苦您来一趟，快坐。不等江小爱介绍，王亚楠就热络地拉起周静书的手。他来之前就打听过了，自然知道周静书。大妹子啊，你回来就好。过去那些年，真的是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我叫王亚楠。王亚楠噼里啪啦地介绍了自己，还介绍了自家男人，甚至儿子、女儿、七大姑八大姨都介绍了。在王亚楠眼里，周静书这种人只要平反了，很快会恢复职务。更何况周静书还是陆少林的亲妈，必须得巴结好。江小爱看出了周静书的无奈，便说道：王阿姨，我们正要给陆少林脱衣裳，可能有点不太方便了。王亚楠是个人精，听出了江小爱这是要送客，但他还没有达到目的。更何况他买了1网多的水果，花了不少钱呢，不能打水漂了。哎呦，那我是应该回避。我先出去转转，过会儿再来。王亚楠离开，周静书长舒一口气，但一想到这女人还要再来，就觉得头疼不已。小江，你的那位王阿姨，她人品如何？如果是天生的热心肠、自来熟，那就没关系；但如果是心机叵测，那就要小心谨慎了。江小爱想了想，说道：挟恩图报，想攀附陆家。之前在我饿惨了的时候，给过我馒头，但后来发现我什么都听沈家人安排，就懒得理我，反而去跟沈家热络起来。不过他毕竟帮过你，我有分寸。只要王亚楠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会善待他。短暂的相处，周静书越来越喜欢眼前的姑娘，聪明通透。王亚楠在医院外面转悠，看见沈婷裹着军大衣，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巷子里钻，便跟了过去。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妖精要去做什么。王亚楠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才返回了医院。他今天发现了大秘密，但却不打算告诉江小爱。厂子里有点事，耽搁了些时间，想着你们可能喜欢吃，就买了点儿。江小爱嘴上一直说着客气话，心里却明白得很，这么贵的点心是绝不可能白吃的。小爱啊，你这孩子，我打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就觉得喜欢。你以前有沈家，我就算是有想法，也不好意思提，也是以前我太忙，疏忽大意了。昨儿我才听说沈家做的那些事情，太不是东西了。我要是早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受那么多委屈。
小爱，你尽管放心，沈家不要你，我们老钱家要你，以后你就是我女儿，回头挑个黄道吉日，正儿八经摆酒认干亲。王亚楠的语气似乎是直接拍板决定了，压根没有征求江小爱的意思。一丁点小恩小惠就想认干女儿，借此攀附陆家，没门！王阿姨，谢谢您这么看重我，要不就过年的时候办吧。这阵子太忙，等我和陆少林的婚姻登记作废了。什么婚姻作废？扯了证还能作废？他们的结婚证属于违规操作，可以申请作废，这是我的意思。老爷子那边通了电话，也同意了，这2天就能办好。王亚楠蒙圈了，不知道该怎么说，沉默了片刻后便起身告辞。孙大哥，拜托你帮忙把这些东西送还，咱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人情债很难还。是。周静书坐在病房里，也能听见外面江小爱说话的声音。她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姑娘了，做事情聪明妥帖，而且不贪小便宜。江小爱看了看天色已经暗了，正想着沈建业能不能凑够钱，就看见沈建业和韩春平2口子过来了。2个人面色都不好，筹钱实在是太难了。昨天沈建业说要把沈婷卖给陈家的傻儿子换彩礼钱，沈老太婆1哭2闹3上吊，都没法子让沈建业松口，才不情不愿掏出了小金库。再加上韩春平去娘家借了一些，算是勉强凑齐了。小爱，这些日子你瘦了，改天你回家，妈给你炖只鸡，好好补一补。他还想再打一打感情牌，他是真舍不得包里的那些钱。鸡汤来咯！小江同志，我们旅长说你身子骨弱，让他爱人特意给你炖了鸡汤，装了1暖瓶过来，还有刚蒸好的大肉包子。孙强瞥了一眼沈建业2口子，某些断了亲的，赶紧还钱走人。真要有心，就直接把汤送来了。说什么改天？改天是哪天啊？孙强的话让韩春平和沈建业有些下不来台。小爱，我毕竟是你妈妈，你真的不认我了吗？我知道以前我工作忙，没能好好照顾你。昨天你奶奶欺负你，妈知道了，心疼得很。韩春平继续打感情牌，就差哭出来了。他曾经也很在乎这个女儿，后来沈婷告诉他，江小爱背地里骂他，说他坏话，他就渐渐跟亲闺女疏离了。早干什么去了？钱拿来了没？快还钱，别磨磨唧唧的。要是想赖账，我立马去找公安。给他。小爱，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真要是拿了钱，咱们的情分就断了，你以后在城里孤苦无依。别废话，还钱！韩春平无奈，只能哆哆嗦嗦地打开背包，把一叠叠的大团结拿出来，把欠条还给我们吧。江小爱当即数钱，一边数还一边说：数清楚了，自然把欠条给你们。难道你怀疑我们？沈建业觉得当面数钱太不给面子了，少了200。沈建业的小心思故意抽走了一部分，想着江小爱肯定不好意思当面数钱。沈建业和韩春平臊的脸都红了，当面点钱，还有孙强这么一个军人在旁边看着，想不承认都不行。是我忘了，还有200在我兜里，那个包装不下。孙强忍不住笑出声，这借口也太蹩脚了。好，点清了，欠条还你，我和沈家再无瓜葛。记住，以后别惹我，否则后果很严重。哼。韩春平对着江小爱摇摇头，一副失望的样子，也离开了。孙强，你先把吃的给阿姨送去，我去验个伤，很快就回来。有了验伤报告，就算他同意和解，公安那边也不可能同意。老太婆，走着瞧，欺负了原身半年，没那么容易脱身。江小爱做完伤情鉴定，立马飞奔着回去喝鸡汤，吃大肉包子。吃完饭，江小爱把一摞摞的大团结交给周静书。周阿姨，这是陆家给的彩礼钱，还有陆少林的工资、任务津贴等等，陆爷爷每个月寄来的补贴都在这里了。既然婚姻无效，这些钱我就不能要了。小江，你照顾了小林半年，尽心尽力，这些钱你留下，就当是给你的补偿。周静是不可能拿走这笔钱的。孙强跟他说了很多江小爱的事情，他不能亏着这姑娘。那就按护工的价格给我工资吧，1个月30，半年就是180，您看这样可好？你离开了沈家，在城里过日子不容易，我们陆家一会儿要娶你，一会儿要作废婚姻，给你造成困扰了，这是补偿你的。你拿了钱，以后不要纠缠我儿子就行。周静书看着江小爱，他是真希望儿子能好起来，跟江小爱好好过日子。可是，即便很多人告诉他江小爱是小神医，但他依然不敢抱太大希望。除非儿子康复成为事实，否则他不能让江小爱当自家儿媳，他不能耽搁一个好姑娘。我的小爱，你受苦了。沈家不是东西，逼你嫁给活喜人，亏我还以为他们要带你进城过好日子。你这孩子，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们？江家父母看见江小爱，心疼的不行。江小爱分明叮嘱过张伟，千万不要把他的事情告诉父母的。张伟见江小爱看他，便用嘴型说道。江小爱明白，江家父母只是因为她嫁给了植物人而心疼。爸妈，没什么大事，你们别难过了。陆少林很快就能好起来，而且那个婚姻不合规，其实不生效的。那你的名声？江小爱不想继续让大家陷入在伤感中，便岔开话题。爸爸，我写的那些药你带来了吗？带了，都带了，我还多带了一些半夏、附子，还有一些补药，想必用得上。
病房里，院长、方旅长都来了，想要见证奇迹。江小爱自然要把泼天的富贵分给江爸爸，便故意说：“爸爸，我按照你以前教我的法子，已经给陆少林用梅蕊学点穴位，用煮鸡蛋滚督脉，他脉象平稳。今天我打算给他施针。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看了很多医书，我有把握。爸爸，那您给我帮忙吧，您一直给他把脉，有异动随时提醒我。”好。约莫10来分钟，江爸爸眼神放光，脉象有变，动了。胖护士在旁边看着，非常激动，他今天要见证奇迹了。动了，他的手指头动了。江小爱点头，继而小心翼翼地在命门穴的位置下了最后一针。好了，最多1刻钟，他就能睁眼。睁眼，陆少林睁眼。周阿姨，麻烦您试着喊他的小名。小林，醒一醒，妈妈来了。动了，又动了。周阿姨，您继续，也可以和他聊聊天。江小爱一直切着陆少林的脉搏，突然发现浮脉，时机来了。他和江爸爸对视一眼，突然大喊道：“陆少林，你妈妈出事了，快去救人！救命啊！解放军救人！周老师出事了！”陆少林的脑袋晃了一下，妈。周静书明白江小爱的办法，便跟他用一样的办法。小林，快救救妈妈！你快来救妈妈！妈。陆少林声音越来越大，而后缓缓睁开了眼睛。醒了，他真的醒了，眼睛都睁开了，简直不可思议。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奇迹。院长觉得很惭愧，他们找专家会诊，治了半年都没用。江小爱3天就让陆少林睁眼。好小子，终于醒了，我没有信错人，小爱丫头是真本事啊！一直坚强的周静书终于控制不住，哭了出来。胖护士连忙对着陆少林伸出3个手指头，问道：“这是几？”陆少林没说话。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圆，别闹。院长低声呵斥，胖护士撅着嘴。陆少林昏迷了这么长时间，我就是看看他傻没傻。谁说我傻？揍他！陆少林意识还是模糊的，口中喃喃：“妈妈，救妈妈，抓坏人。”怎么又闭眼了？您放心，他只是睡着了。我跟您立过军令状，肯定说到做到。慢慢养着吧，有我带的草药，这小子洗不了。江爸爸看着陆少林，语气酸酸的，不喜欢女婿，也许是岳父的天性吧。此时，病房门口的沈老四几乎惊掉了下巴。陆少林竟然醒了，那这么好的婚事，岂不是便宜江小爱了？一个乡下丫头也配？江小爱看见病房门口贼头贼脑的沈浩，大声道：“沈浩，你干什么呢？是不是想捣乱？”抓进来！张伟和孙强一左一右，把沈浩给架进来。别啊，别抓我，我是好人。你可拉倒吧，就你还好人？这半年来，沈浩隔3差5的戏弄他，总是让他当众出丑。他但凡有那么一星半点生气的表情，沈浩便会大大咧咧地说他只是在开玩笑而已，说江小爱太小心眼了，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天沈浩自己送上门来，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江小爱，咱俩是双胞胎，我是你亲哥，血浓于水的亲哥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帮着外人欺负你亲哥，你变了！知道来人不是迪特，方旅长便放心了一些。方旅长明白沈家和江小爱的恩怨，他有心替江小爱出口恶气。只要今天江小爱不闹得太出格，他不会横加干涉，甚至会帮场子。沈浩，你在病房门口鬼鬼祟祟的，你想干什么？今天不说清楚，你别想脱身。切，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凭什么说婷婷怀孕了？她只是吃坏肚子而已，她一个年轻姑娘，名声很重要，你必须给她道歉。经过沈婷的洗脑，沈浩现在已经相信沈婷的呕吐和怀孕无关，亲嘴也不会怀孕，完全是江小爱在造谣。当然，沈婷的说辞除了沈浩，沈家人都不相信。难道不是你们沈家先说小爱的作风有问题，许你们造谣，就不许小爱说真话？你个肥婆，你敢造谣婷婷，我去告你！江小爱是从乡下来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教养，婷婷都告诉我了，是陆少宇说的，他在乡下就勾三搭四的，10里8乡都知道他作风不行。江家父母一听这话，浑身都在冒火，他们如珠如宝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儿，竟然被沈家这样编排。我打死你！爸，别冲动，我来处理。哎呦，疼！你个死丫头，你要害死我啊！疼死我了！我不是害你，我在救你。你嘴巴太臭了，我这个江家秘传针法，专治口臭。对，他可以接受大家叫他胖丫、胖护士、小胖妞，毕竟他本来就胖，而这些称呼也都可爱的，但唯独接受不了有人叫他肥婆，他对这个称呼痛恨至极。小爱，一针是不是治不好啊？当然，至少要108针呢。不要，我是你哥，你不能这么害我。那就扎吧。这丫头倒是机灵，他们这么多军人在，不可能公开打人，但治病就另当别论了。我要回家，换个治疗室吧，这怂货太吵，别打扰了陆少林休息，他现在不是昏迷，是睡着而已。圆，你去安排，去2楼，你帮衬着点。饶了我吧，我错了，我不乱说话了，我不欺负你了，妹妹，饶了我吧，我是你亲哥啊。是不是男人啊？来针灸都又哭又叫。你要是活在战争年代，让敌人抓着了，不用严刑逼供，做个针灸你就什么都招了。哼，你就是个当叛徒的料。江小爱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就在1个礼拜前，他还把原身骗到棉纺厂公厕的粪池，谎称妈妈的传家玉坠子掉下去了。
原身是个实心眼，就跳下去屌一坠子。沈浩哈哈大笑，还跟几个朋友每人要了5块钱，说是打赌赢了。原身当时委屈到极致，但沈浩只说是开了个小玩笑，让他不要太小气。这半年来，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所以今天不扎够108针，沈浩别想跑。江小爱正要扎最后一针，江爸爸拦着了他。女儿，最后一针让爸爸来。好。江爸爸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就把针给刺了进去。江小爱扑哧一笑，不愧是江爸爸，这下有好戏看了。你笑啥？江小爱低声跟他耳语，胖护士的笑声很豪放，差不多1层楼都能听见。我要去换班，这个热闹我看定了。张伟和孙强把沈浩丢出医院。您都知道了。小爱，你受苦了，是爸爸太蠢了，信了沈家的鬼话，以为你跟着他们能有个好前程，没想到是送你进了虎狼窝。爸爸当初不该赶你走，不该说那些话，你一定是觉得爸妈不要你了，才一直不跟我们联系，都是爸爸的错。是我不够聪明，没有理解爸妈的苦心。我和沈家断亲了，以后你们是我唯一的爸妈，我只孝顺你们。见江爸爸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便嘻嘻一笑。爸，我也想去看热闹，咱们和圆圆一起吧。咱们去落井下石，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在前面呢，还没拉。你说的那个拉一裤兜子针法管用吗？肯定管用。我爸爸下针的时候故意偏了半寸，不会马上拉，会晚个1刻钟，估摸着就是这会儿了。放心，你换了班，肯定让你看好戏。我让他什么时候拉裤兜，他就得什么时候拉裤兜。拉在医院里不算丢人，我就要让他在大街上拉。江叔，你厉害，小的佩服。就在这时，沈浩已经察觉到了异样，他还不知道他即将沦为整条街的笑柄。他想飞奔回家，可偏偏腿软，根本走不快，而且走快了，他怕肚子里那些汤汤水水会立马喷出来，他只能拼命夹着，慢慢走，一整个脸都憋得铁青。沈老四，哥几个正要去国营饭店搓一顿，见者有份，走吧，算你小子有口福。我先回家一趟，等会儿去找你们。沈浩快憋不住了，但也不想错过打牙祭的机会。回什么家啊？又不让你掏钱请客，是李冰输了桥牌，罚他请客呢。就在这时候，沈浩神色一怔，心说完蛋了，我家里有急事要回去一趟。沈浩无论如何不能让哥们儿知道自己拉裤子的事情，否则他们会嘲笑他一辈子。看见沈婷红着眼睛站在棉纺厂门口，四哥，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造谣，你变了，你不是以前最疼我的四哥了。我没有。江小爱挽着圆圆的胳膊，一副路过的样子，故意大声说：哪来的臭味儿，难闻死了，谁拉裤兜子了？哎呦，好臭，熏死人了，太恶心了。几个小年轻也闻到了气味，目光同时扫向了沈浩。哎呦喂，沈浩，你都多大了？你这是拉一裤兜子了，黄汤子都顺你裤腿流出来了。沈浩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索性一路狂奔。而他冲进棉纺厂和沈婷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巨大的臭味让沈婷胃里翻滚起来，忍不住开始干呕。沈婷，这头3个月都这样，熬过去就好了。大冷天的，你一个孕妇不在家待着，你出来做什么？雪天路滑，要摔着就麻烦了。就是，头3个月最重要，要多留意。我没有怀孕，我是胃炎。江小爱觉得热闹看够了，肚子有些饿。中午了，咱们去吃饭吧，我都饿了。今天我请客，去国营饭店，就当给爸妈接风，也感谢圆圆半年来对我的帮助。好耶！吃完饭，几个人回到医院，看了看陆少林的情况，说是醒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就又睡了。小爱，可以给他吃东西吗？医院的大夫都不让吃。他之前一直叫小江，现在改口叫小爱。儿子醒了，如果能恢复正常，他是很希望江小爱当自家儿媳妇。江小爱给陆少林切了个脉。周阿姨，她现在刚苏醒，肠胃功能没有恢复，不能吃东西，也别给她喝水，嘴皮干了就用棉花球沾水给她润润唇。江爸爸和江妈妈对视了一眼，女儿怎么喊人家阿姨？还没有改口吗？瞬间二老心里都不舒服。江爸爸没好气地说道：放心，饿不死他。走，小爱去招待所歇着。他倒是要问问陆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周阿姨，您可以给她揉揉肚子，帮她早点恢复肠胃功能。我有话问你。江小爱猜到了。爸，我和陆少林的婚事流程不正规，可以作废的。周阿姨说她可以解决，我还是未婚，你们不用担心我。可名声坏了，那姓周的是不是想过河拆桥？不是，我能感觉到他不认我当儿媳，只是怕陆少林醒不过来，怕耽搁了我。他是出于善意，而我确实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过日子，也不想这么早成家，我还想拼事业，所以知道婚姻登记可以作废，我很开心，真的。好，都依你。小爱，那军官你不要，那你是不是？小江同志，小江嫂子。张大哥，你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是好消息，我特意来报信的。沈老太婆被带走了。你就猜到了，脑瓜子这么好使啊？需要我去公安那边吗？不用，我只是来报个信儿。公安的同志很体谅你，知道你父母大老远来的，自己也是一身伤，不忍心让你来回跑，说回头他们找你录个口供就行，他们先审问那个老太婆。张伟说完话就走了。江妈妈忍不住抹眼泪，她上午就知道女儿受伤，心里那叫一个痛。
幸好你带了外伤药，让你爸出去转转，妈单独给你看看。江妈妈一边上药一边哭，太欺负人了，这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我就算没什么本事，我也要嘎了那个姓沈的老太婆。妈，那老太婆自有法律处置，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如果犯法了，我以后想考大学，政审都过不了。江小爱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可以让江妈妈打消念头。每年就那么1-2个指标，还不一定能分给咱们金刚大队。妈，你说的那是工农兵大学，我还看不上呢。我想念正规大学，去京师念最好的大学。闺女，你莫不是在说胡话吧？没发热啊？妈，这是我的大计划，我先去找爸爸，咱们一起商量。江爸爸听到女儿要考大学，心里自然是高兴，却觉得这是在做梦。小爱，大学好多年都不招了，要不咱还是想法子，争取拿到工农兵大学的指标。爸妈，我这半年来一直在医院里，这军区医院住了不少大人物，我是听他们说的。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但上头有这个意思了。不信你们问圆圆，她2个月前就开始复习了。当真？当真。爸妈，我会好好复习，考京大的医学院。他学过历史，算算时间，距离考试还有1年时间。他在后世是华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按理说不需要再去校园里耗时间，但是他需要大学生的身份。有了大学生的金字招牌，他想要弘扬中医，想要跟岛国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斗争，会有很多助力。好，我的好闺女有志气，爸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读大学还要读博士。爸，其实咱们不用砸锅卖铁。我听到消息，国家政策要逐步放开，会允许做些小生意。咱家有祖传的医术，妈又会刺绣，到时候咱们开个铺子。傻孩子，别说了，小心被人听到，这是要遭批斗的。江爸爸其实很想开个中医诊所，只是大环境不允许。其实最近我也觉得风向变了，头先去县城帮大队采买药品，就看见有人偷摸在路上卖东西，那些戴红袖箍的，好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啊，爸，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新的风向。还是别冒头，先看看别人，等政策出来了再说。过2天我们就回乡下多挣工分，去京师那是要花大钱的，如果实在不够，咱还有老房子。爸，你看，周阿姨把钱都给我了，我根本还不回去，但是这钱我拿着烫手。爸，要不这样吧，咱们拿这个钱开诊所，做生意，算周阿姨入股，她是大股东，以后赚钱了给她分红，您觉得怎么样？不行，拿人手短，而且我也不想开个诊所，还有个不懂医的人压在头上指手画脚。现在就把钱还回去，咱们人穷志不短。陆哥哥，你不知道这半年来我的内心有多煎熬，多痛苦。沈婷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江小爱，却假装没看见，反而继续说道：陆哥哥，每天都看着你以前送我的东西，睹物思人，我真的很想来看你，可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我不可以，我整个人都快发疯了。这绿茶女是在恶心我呢，就算要旧情复燃，也不急于一时吧，就不能等我跟陆少林正式划清界限后再来？好，很好，既然送上门来找虐，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姐姐，我马上就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是实在生气，就像之前一样狠狠打我，你只要能消气就好。这绿茶女是垃圾袋投胎的吗？这么能装？好啊，是你让我打的。姐姐，你……沈婷一边落泪一边偷看陆少林的反应。既然已经挨打了，便不能白挨，我必须让陆少林厌弃江小爱。姐姐，你打我没关系，我原谅你就是了。不过你现在是军嫂，你如果还不收敛性子，继续带着乡下的坏毛病，以后会给陆哥哥拖后腿的。如果你还是记恨我占了沈家女儿的位置，我可以……你可以离开沈家，对不对？这话你说了800遍了，怎么从没看你离开？姐姐，没想到你真的这么怨恨我。可是当初报错的时候，我也只是个小婴儿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对你好，就能慢慢感化你。可你这样的理不饶人，难道要逼我去洗吗？感化我？你算哪颗葱？你配吗？陆少林昏迷的时候，你已经单方面跟他分手了，还逼我踢架，现在巴巴的过来嘘寒问暖，早干什么去了？你的龌龊心思，你以为藏得住？你别乱给我扣帽子，我和陆哥哥青梅竹马，我是有苦衷的。陆哥哥，你要相信我啊！沈婷觉得不能提他退婚的事情，要指出江小爱的缺点才行。姐姐，我很早就认识陆哥哥了，我了解他，他这个人还是很在乎面子的。你一贯蛮横无理，一言不合就打人，我可以不跟你计较，毕竟你是我姐姐。可是姐姐，你以后万一随军了，还是这样的话，别人会笑话陆哥哥娶了一个乡下来的泼妇。陆哥哥是个包容的男人，但如果你一直不改正错误，你让他怎么想你？哼！陆少林，你怎么想的？陆少林沉默不言。别装哑巴，你会说话，我倒是想看看我尽心竭力伺候了半年，又耗费心神就醒的家伙，思想觉悟是个什么水平？其实从江小爱一进门，陆少林就一直在看他。这就是伺候了我半年，还把我就醒的便宜媳妇，看起来很有趣儿，头发跟狗啃的一样，但五官很精致，就是太瘦了，以后要多喂点吃的。当男人的不能亏了媳妇，如果今天不够就去坑爷爷。
他不是故意不说话，只是喜欢看这个小丫头闹腾罢了。他干咳了2下，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一顿一顿的从嘴里蹦出3个字：打得好。听见没有？你的陆哥哥说了，打得好。江小爱觉得这个便宜老公也不是那么讨厌，她刚才都想好了，但凡陆少林敢说出让她不满意的话，她连他一起揍。沈婷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陆哥哥，你刚醒过来，是不是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滚！陆少林用冷漠且凌厉的目光瞪着沈婷。陆哥哥，你是不是失忆了？你一定是失忆了，否则你不会这样对我的。我们青梅竹马。滚！他是当了半年植物人，但他只是醒不过来，并不是对身边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其实是有感应的。对于沈婷，从前他就不喜欢，现在更是反感的很。这时候，周静书进来了，他刚才去打了个电话，请民政那边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要撤销婚姻登记。他相信儿子能好起来，自然舍不得江小爱这个儿媳跑了。我儿子需要休息，你自便吧。沈婷还想争取，江爸爸忍不住对道：“都这个发上了，你要点脸吧。”未婚夫成了植物人，立马撇清关系，让我家小爱替嫁。现在人清醒过来了，你倒是往跟前凑，什么玩意儿啊？你忘了自己肚子里还揣着一个野种吗？沈婷恨不能动手打人，但是当着陆少林和周静书的面，她必须装淑女。清者自清，时间会证明一切的。陆哥哥，你好好休息。周阿姨，我就先走了，有需要帮忙的，您随时找我。沈婷，你等一下。周阿姨，您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是我能办的，我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办好。我没有事情找你帮忙，只是想提醒你，以后不要见了小玲就叫陆哥哥，还是叫同志吧，免得外人听见了会传闲话。你们长大了还是要避嫌。沈婷咬了咬嘴唇，她没想到周静书竟然也被江小爱给洗脑了，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都是江小爱的错，一定是江小爱说了我什么坏话。是，周阿姨，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就不耽搁你了。周阿姨，我和陆少林婚姻作废的事情，我爸妈知道了。二老跟我的意思一样，可以拿200块左右，就当是照顾和治疗陆少林的工资，但多余的必须退还。不同意。陆少林说话很费劲，还有些大舌头，但是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因为大舌头而掉链子，必须表明态度。陆少林，你不必有心理压力，我可以配合你澄清，不是你过河拆桥，是沈家的错，恶意逼我替嫁。负责。我不用你负责，以后也不会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这里的名声对我不重要。再说了，领证的时候你是昏迷状态，你也是受害者，我们没有感情基础，不应该捆绑在一起。处处看。他先前已经在琢磨什么时候补办婚礼，还琢磨随军申请上级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以后生的孩子取什么名字。然而江小爱的态度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处什么处啊！我给你治好病，把你的钱退给你，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我和你妈之前都说好了，我们的婚姻作废，你们不能反悔。周静书瞬间自责，一定是我之前的话说得太重了，我这是坑了儿子啊！就凭陆少林看江小爱的眼神，他就知道这傻小子算是开窍了。小爱，是周阿姨的错，之前考虑不周，跟你说了那些话，我跟你道歉。周阿姨，您误会了，我对您的那个提议是很欢喜的，我有我的打算，即便您没有提，我也是计划等陆少林醒了跟他办离婚。小爱，你照顾那小子这么长时间，真的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江小爱打量了一下陆少林，摇摇头。他除了那张脸长得还算帅气，其他的我压根不了解，自然没有感情。陆少林拼命给母亲使眼色，周静书便给儿子当嘴替。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啊，小爱，周阿姨再次跟你道歉，让你受委屈了，你是个好孩子。你看，要不这样，横竖那小子还要住一阵子医院，你们利用这段时间互相了解一下。周静书放低姿态，恳求着江小爱，她只字不提自己之前的苦心，她不想充好人。齐大非偶。我不升官。陆少林急了，一下子没掩藏好，暴露了自己的结巴。我其实不是。我知道你不是结巴，你是因为昏迷时间太长，舌头僵硬。你放心吧，过2天就好了。我放什么心啊？媳妇都要跑了。这个是退回来的彩礼钱，还有之前拿了陆家的钱。媳妇管钱，以后我的津贴都给你。周静书看着陆少林，他这傻儿子真的是开窍了，连这都懂。江大夫，这个钱我们不能收，就让小爱留着吧。这怎么行？婚事都作废了。我跟民政局那边打招呼，婚姻作废的事情缓一缓再办，就1个月，等1个月后小林康复了，你们如果还不同意，我立马安排好撤销婚姻，这笔钱就是小爱受了这么多委屈的赔偿金。如果这1个月你们觉得陆少林还有我，或者是整个陆家能够让你们满意，还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那么这笔钱就是给小爱的彩礼，同时我还会再重新送个大红包，给2个孩子风风光光办喜事。拜托了，不要这么快拒绝我们。周静书语气恳切，他这是竭尽全力为儿子争取。陆少林也巴巴地看着江小爱，给个机会，我会好好表现。我除了脸好看，优点还是很多的。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京市。我求爷爷想办法，我去京市。
周静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儿子从来都是靠自己，最不喜欢走后门，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我未来几年不打算生孩子，我才20岁，但你已经26了。小孩太吵，晚几年没关系。我要工作，不可能太顾家，家务事你能承担多少？你伺候我半年，我伺候你一生，只要我在家，家务我全包。江小爱竟无言以对，但冷不丁的有了新发现。你舌头好了，不结巴了，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太离谱了吧！我身体好。陆少林得意，心情也好起来。还有问题吗？你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那沈婷呢？如果我今天没有来，你打算一直听她跟你诉衷肠吗？我跟她没关系，在我出事之前，我就跟她提了很多次，新社会不兴包办婚姻，但她，你放心，我以后跟她划清界限，我早就烦死她了。如果她再跟你说什么，你该对就对，该打就打，惹出麻烦我给你兜着。你才刚醒，应该说我们今天才认识，你为什么会？我醒不过来，但我一直都能听到，能感觉到，我好像还飘到房顶，偶尔能看见你。总之，病房里的事情我大部分都是知道的。快说说看，你昏迷时候的感觉是什么状况？能听到，还能看到？他每次遇到植物人苏醒，都会仔细询问，但能有感觉不多。他希望搜集更多的案例。陆少林想了想，从昏迷的记忆中搜寻，想到了一个重点：你应该不是沈家的亲生女儿。什么意思？你详细说说。他其实早就怀疑了，但是没有证据。这个年代不具备亲子鉴定的能力，而他即便有实验室检测出来了，也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能证明没有血缘关系，以后才能摆脱这一家子祸害，而且报复沈家人也不会背负恶名。我记得那天我飘在房顶上，沈家那个老妖婆和沈婷一起来了。老妖婆劝沈婷放弃我，沈婷假装犹豫，说什么要等待奇迹。我当时心说，你可千万别等，我宁可死也不想娶沈婷那个蠢货。陆少林一边描述记忆，一边还不忘跟江小爱表明态度。说重点哦，刚才的话也很重要啊。沈婷哭唧唧的说什么大哥和沈家会被骂忘恩负义，而且也没办法继续得到陆家的帮衬，他要牺牲自己成全沈家。老妖婆就说沈婷不是沈建业亲生的，亲闺女一生出来就被扔了，虽说找不到人，但可以随便去乡下找个眉眼相似的来顶包。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不过仅凭我这个植物人的一面之词，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只能想办法找线索，人证物证必须都要有才行。一切都说得通了。我一直怀疑，20年前抱错婴儿，怎么会几天时间就找到？沈家够狠的。你放心，你是我媳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要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现。是我蠢啊，怎么就信了那城里人的鬼话，害得我女儿在姓沈的那一家子畜生呢受尽了委屈，浑身是伤。江爸爸也是，肠子都要悔青了。要证明小爱和沈家没有关系，只能做亲子鉴定。咱们大陆是没有这个技术，但是湘江城可以做。我有个同学解放前去了湘江城，我想办法联系他。周阿姨，你好不容易平反，不要为了我轻易跟那边联系，被发现了不知道要扣上什么罪名。岳父区一个沈家，不值得。对，妈，这事我来想办法。您忘了吗？您儿子当初可是全军最优秀的侦察兵。做亲子鉴定要花一笔天价的检测费，他自己就有空间实验室，只要拿到 DNA 样本就可以了。可以先验血型，沈婷就是因为验血型才声称不是沈家女儿的，我也可以这样做。只是不知道沈建业和韩春平的血型，最好搞到他们的血液样本一起测。即便不是亲生的，也可能血型一样啊。这倒也是，我入伍检测血型的时候，一个班8个人全是 O 型血，但也可以试试，万一我媳妇运气好，血型就是不匹配，事情就简单多了。谁是你媳妇？你考察期还没过呢。对，我错了。陆少林偷笑，江小爱这下算是答应了，给他一个考察期，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能失败。这个便宜媳妇，他是撞了大运才娶到的，肯定不会撒手。血型只是一方面的凭证，他们是怎么盯上我的？恐怕有一个人脱不了干系。谁？你弟弟陆少宇，他在我们大队当过知青，不是个好东西。江小爱想到这个渣男，就一股子无名火。如果没有这个渣男，沈家人怎么可能知道遥远的小山村里有一个跟他们家人眉眼相似的姑娘？正说着呢，陆少宇推门：“哥，我来看你了，知道你醒了，我一刻不敢耽搁，立马就来了。”有些人啊，就是想攀高枝儿，当初追求我，哭着喊着说爱我，这一转眼就嫁给我哥了。别以为陆家人都是傻子，会让你这种女人进门。混蛋！流血了，救命啊！丢人现眼。周静书拽着陆少宇去找护士处理一下伤口，他倒不是心疼这小子，主要是陆少宇很可能勾结了沈家，目前这个状况不方便审问。江爸爸想着女儿先前和陆少宇的事情，应该跟陆少林说清楚，免得以后事情多。小陆，那小子以前缠着我家小爱，两人谈了几天朋友，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压根不是真心。不管你和小爱以后成不成，这事你有个数啊。爸，您放心，我和小爱之间不会有误会，那小子欠揍，我会收拾他。陆少林直接开口叫爸爸，江爸爸瞬间愣住，不知道怎么接话了。陆少林琢磨着，爸爸都叫了，也不能厚此薄彼。妈，陆少宇只是我爷爷堂弟的孙子，跟我平辈，所以名字差不多。但是我跟他不熟，我和他不一样，我是好人，我对小爱是真心的。好。如果说今天上午他们夫妻俩还对陆少林心有芥蒂，这爸妈都叫了，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女婿了。
江小爱头大，按理说这种家世出众的军官都应该是孤傲高冷的，这货怎么是个逗逼呢？陆少宇的脑袋伤得不算严重，很快周静书就给他拽回来了。说吧，你是怎么跟沈家勾结，故意给我下套的？不说就打，打到说为止。这是部队的医院，你敢动手？小爱，你不是有那个108针的本事吗？要不给陆少宇治治脑袋上的伤，刚才一直喊疼呢。我看行。不要！陆少宇知道江小爱扎了沈浩108针，痛死人不说，还给沈浩扎得拉一裤兜子，脸都丢尽了。婶儿，您救救我！要不你说说沈家为什么会突然去金刚大队？为什么说小爱是沈家的女儿？我不知道啊。我说别扎我，我全说。这事儿都怪堂哥。明明婷婷不喜欢你，你非要缠着她。婷婷跟我说你长得黑，脾气臭，还不爱说话，只是因为娃娃亲才不得已跟你在一起。她跟你提了很多次解除婚约，你就是不答应。你胡说八道什么？陆少林气炸，冤枉他是小，被媳妇和岳父母误会是大。你别打断他，沈婷什么玩意儿？大家都明白，不会冤枉你。陆少林放心了，他这个便宜媳妇是真不错，脑子聪明，是个明白人，没误会就好。你继续。婷婷说她一直喜欢的人都是我，说我长得白净，五官也好看，人也斯文，脾气还好。说重点。我和婷婷早就谈朋友了，我不忍心她嫁给你，跳进火坑，差一点带她私奔。我们是真爱，犹如天上的月光。让你说重点，没让你抒情。我想听的是沈家为什么找我当替嫁，谁的主意？是沈家奶奶的主意。沈婷去体检，查出血型不对，沈奶奶就说联姻应该让亲闺女去，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找到沈家的亲闺女，沈奶奶就说找个跟沈浩长得像的，毕竟是沈浩的龙凤胎妹妹。所以呢，是你提供的信息，对不对？你眉眼跟沈浩很像，与其在村里受苦，不如来城里享福。我这是为了你好。可恶，混蛋，下三滥！沈家人都知道。你要继续问，就不能打我踢我，否则我不说了，反正说了也要挨揍。我可能骨折了。不可能，你不记得了吗？我爸爸是大夫，揍得你疼死，也不可能打骨折，给自己惹麻烦。你们！陆少宇愤怒，却又不敢说什么，毕竟他根本无力抗衡。沈家奶奶让我保密，不让沈家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只有我、沈婷和沈奶奶3个人知情。也就是说，沈建业他们一直以为小爱是亲闺女，却还对她这般漠视。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吗？沈家老妖婆已经被公安抓走了，下一个就是你了。而且，如果这件事陆爷爷知道了，你觉得是什么后果？小爱，我求求你，这事和我无关啊！这绝对是当叛徒的料。我再问你，沈婷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沈婷怀孕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跟她就一次而已，怎么会呢？这小子怕是要被沈家吃得死死的，陆家多半也要被折腾得鸡飞狗跳。江小爱却觉得沈婷肚子里的娃未必是陆少宇的。看来沈婷玩得很花啊。所以你们明知道婷婷怀孕了，还故意欺负她。她那么柔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忍心一次又一次的打她？你怎么不问问沈婷今天下午为什么来医院？陆少林黑着脸，他压根儿不想承认眼前这个蠢货是他的堂弟。陆少宇没有说话，只是耷拉着脑袋，满脸沮丧。我可以走了吗？干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还想走？江爸爸握着拳头，恨不能打死他，可惜这是城里，他不能冲动。送到公安那边吧，正好张伟刚才跟我说起沈家老太太被抓过去审问了，倒是可以一起。我没犯法啊！要说犯法，是江小爱打人在先，应该把她送到公安那里。那你就去问问沈婷，她有没有那个胆儿。江小爱很笃定，沈婷不敢把她往公安那里告，因为她心里有鬼，害怕被彻查。渣男说的没错，他没有犯法，只要他咬死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就没法子定罪。主要他不想因为这个渣男牵连陆家。陆少宇，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送你去局子里，要么你就把你今天说的这些宣扬的人尽皆知。江小爱要把事情闹大，让沈家被唾沫星子淹死。陆少宇沉默了老半天，小声问道：我能不选吗？他是肯定不愿意去局子的，也不想把事情闹开，沈婷肯定会不理他，跟他生气的。2选1，赶紧的。我会把事情说出去的。江小爱找了一个小本本交给陆少宇，把今天说的写一遍，然后落款，按手印，写完就放你走。陆少宇在崩溃中写了一份供词。滚吧！其实我刚才用录音机把他说的都录下来了，不过有了供词，算是双保险。妈，你有录音机？妈，商量个事儿呗。没得商量，我早就想好了，把录音机送给小爱。好，不愧是我妈，跟我想到一起了。以后小爱可以经常听歌，女孩子应该都喜欢。听歌倒是可以，但我是希望小爱可以学外语。我听赵参谋提起，小爱是高中毕业生，学习还不错。江小爱心里感动，周静书竟然在为她的前途考虑。昨天京大那边的老领导给我打了电话，说上面一直在讨论提议恢复高考，要不要考外语还不清楚，但有所准备总是好的。年轻人一定要争取读书的机会，我坚决反对读书无用论。周阿姨，我手上拿着陆家那么多钱，已经很烫手了，录音机我就不收了，您的心意我心领了，
您放心，即便没有录音机，我也会以最好的成绩考进京大医学院。江小爱也大胆说出了计划。陆少林恍然大悟，原来你说去京师是想念书，要晚几年生孩子也是因为要念大学。你放心，我10000个支持。小爱，你学习上有不会的，可以随时问我。太好了，周老师，我们小爱年年考第1，但毕竟是在小地方的学校念书，以后还需要您多提点。江爸爸说着，又把那些钱推给周静书，还拿出江家为数不多的小金库。周老师，这些您拿着。周静书头大，怎么又绕回来了？我家媳妇管钱，要不咱们折中一下吧？如果政策允许了，我想和我爸爸开个中医馆，这笔钱我暂时保管，就算是陆家入股的，赚了钱给陆家分红。但是陆家没有懂医学的，所以不能干涉我们的经营和治疗。周阿姨，您觉得呢？我同意，一切经营和治疗你们决定，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义不容辞。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一个政策。不过要去京市开诊所，就必须有城镇户口。江小爱像是猜出了江爸爸的心思。方旅长说了，治好陆少林给我请功，我到时候会跟他要好处，解决爸妈的户口问题。哎呦，背后说我呢。方旅长，我等着跟你要奖励呢。他不想等政策，现在也有中医馆，也有私人诊所，只是要层层审批。他估摸着方旅长能办好。说吧，但凡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一定满足你。方旅长笑得跟弥勒佛似的。我想和我爸妈去京市开私人诊所，我爸妈户口问题、开诊所的审批问题，还请您多帮忙。方旅长还以为江小爱是想让他做主，收拾沈家那些混蛋，或者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听说袁院长一直在活动，想特招你进军区医院。我是想着你当军医挺好，如果你不喜欢在定城当军医，我可以找关系让你去京市。至于你爸妈户口的问题，我也可以想办法解决。方旅长是老脑筋，觉得当军医肯定比自己开个小诊所体面多了。方旅长，我这个人一贯自由散漫，不适合当军医。我爸爸年纪大了，他一个人开诊所撑不起来，我必须去帮忙。当然了，部队医院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我们全家一定是拥军模范。既然你决定了，我来安排。不过我得花些功夫，争取过完年给你办妥了。您就忍心让我们小夫妻两地分居？我可以不升营长，您就算降我的职位，我都愿意。你个混小子，我告诉你，没门！陆少林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军官，是他们旅的门面。他还琢磨着让陆少林开春就去参加全军大比武，给他争面子。方旅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给您针灸，先通一下经络，然后您配合吃汤药就行。江小爱就在病房里给方旅长针灸，陆少林则是软磨硬泡的。只是无论陆少林怎么说，方旅长都不肯松口。方旅长离开后，江小爱则表示要去一趟公安那边，沈老太的事情他是需要录口供的。江爸爸和江妈妈也跟着一起。追媳妇任重道远啊！哎呀，周静书似乎是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便提点道：据我所知，方旅长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很多年了。对啊，我们旅长早该升了。明年3月份有个全军大比武，紧接着还有实战演习。如果我们旅表现得好，旅长很可能往上升，保不齐会去京市。那样的话，我也可以跟着他过去。所以养好身体，徐徐图之。妈，这些年您……陆少林想问妈妈过得好不好，可是即便不问，也知道处境非常艰难，尤其是妈妈的皮肤和皱纹，再加上消瘦的身形，已经说明了一切。妈没事，唉，妈现在只想打听到你姥姥的下落。当初陆老爷子找了老关系，已经把周家保下来了，但是没想到他的亲妹妹周静兰竟然主动揭发父母和亲姐姐，不仅周家彻底被打倒，陆老爷子也受了牵连。当时陆少林17岁，还好周家二老提前对陆少林做了安排。周静书先是拜托已故丈夫的老友认下陆少林当干儿子，然后送去部队当兵，这才让陆少林免遭劫难。他的父亲也是京大的教授，当初受不了羞辱跳楼了。而他和母亲分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失去了联系，生死未卜。陆老爷子平反后动了很多人脉，也没有周静书母亲的下落。妈，我相信外婆肯定吉人天相，现在的风向变了，很多人都平反回来了，外婆会回来的。妈，我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我长大了，我会保护你们。一切都会变好。同志，那老太婆会怎么处置？我们会按照流程来，肯定轻饶不了她。她已经招了，都是她打的。他最痛恨沈老太这种人，表示会一直盯着案子，让江小爱放心。同志，断亲书在你们这儿管用吗？这个还是要看户口。我的户口跟着陆少林的，是陆爷爷帮我办的，跟沈家从来没在一起过。这样的话，沈家没有办法证明你是他们的女儿，没理由提出赡养。同志，如果我还有这个呢？可恶，太可恶了！这个保存好，这是你和沈家撇清关系的重要凭证。也许这个现在无法让陆少宇和沈家判罪，但是以后他们想找你打秋风，这东西就有用了。他们骗我女儿去替嫁，这个公安不管吗？难道不算拐卖妇女？小江同志毕竟嫁的是军人，如果定罪成拐卖妇女，这事儿就大了。怕是陆少林、陆老爷子，还有很多不知内情的无辜同志都会牵扯其中。
我不会为了自己给那么多人找麻烦，只希望在沈老太故意伤害这方面顶格处理。江家二老也表示理解，只是心里依然难受。回去的路上，江小爱说道：“爸妈，咱们要往前看，现在风向不一样了，方旅长也会帮咱们开诊所，咱家以后会越来越好。”一家人聊着天，走得也快。路过棉纺厂的时候，沈城过来了。小爱，我正打算去看看少林，他怎么样了？在他的记忆里，这位大哥从来没有这么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我想过了，之前不应该让你帮我洗鞋擦鞋，我跟你道歉。沈城措辞恳切，但语气依然带着些傲慢。所以呢？我道歉了。这丫头还想怎么样？难道要我磕头不成？没诚意，不接受。爸妈，我们走吧，别理他。沈城看着江小爱的背影，气得牙痒痒。要不是他被方旅长晾着，让他一直休假，他才不想主动搭理这个不识趣的妹妹。江小爱不懂事，我就不信陆少林也不懂事。我主动去探望，他不可能不给我面子。到时候让他帮着跟旅长提一提，我必须尽快恢复工作，争取在他出院前要做出能够跟他一争的成绩。否则，想要升营长，不知道还要熬多少年。少林，你终于醒了，真是太好了。赵阿姨，您能回来，加上少林康复，真是喜上加喜啊！你太客气了。周静书语气疏离，随即拿了暖水瓶出去。少林，你不知道你受伤这些日子，我心里有多不是滋味，恨不能受伤的是自己。你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回部队？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啊。不过啊，你昏迷了这么长时间，之前又是重伤，还是要好好休息。营里的事情你不用太操心，有我在呢。有你在。我听说旅长让你休假了，还有你只是个代理副营长而已，你把营长当摆设吗？陆少林昏迷半年，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完全没有礼貌。但为了尽快恢复工作，还是陪着笑脸说：“少林，你别打趣我了。对了，旅长是不是每天要来找小爱针灸啊？和你有关系吗？”陆少林没好气地问道。他几乎可以100%猜出沈城心里的小九九，要不是现在刚醒过来，他都想揍他。沈城在陆少林这里一直吃瘪，但却不肯放弃。我给你开个罐头吧，吃点甜的，心情也会好一些。你想让我心情好一些？那当然了。那你走吧，只要不看见你，我的心情就会非常好。还有，我肠胃功能没有恢复，你让我吃罐头，是希望我出事吗？沈城只能硬着头皮说了几句客气话，就离开了。在医院走廊，听见胖护士在咋呼：“陆少林还不能进食，他明明已经很精神了，要不我去找江小爱问问能不能吃药了，中药都熬好了。”怎么没做饭啊？你诚心饿死我是不是？我也刚回来。汪月心里挺委屈的，出差几天已经很累了，见沈城这副当大爷的样子，心里很不舒服。但想着娘家弟弟又病了，需要从家里拿钱，只能忍着。我就是娶了你，才过得这么憋屈。要孩子你生不出来，工作上也帮不上半点忙，还隔三差五的来打秋风。此时汪月倒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说拿钱的事情了。这个男人他真的指望不上，日子是越来越过不下去了。他整理完自己的行李，又默默的去烧水，准备煮点面条。沈城又凑过来了，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跟你说个事儿，陆少林醒了，在吃中药，你打听一下。醒了，太好了，这下小爱熬出头了。他熬出头，你胳膊肘往哪儿管啊？你知不知道我被强制休假了，都是江小爱惹出来的破事。汪月一头雾水，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压根不知道。沈城只能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你想想办法，让陆少林别这么快出院。你什么意思？他其实已经听懂了，只是不敢相信。蠢货！你如果想让我当上营长，就好好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做。我有医德。哼，就你一个护士而已，还医德呢？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对，我就是一个护士而已，我做不了你暗示的那些事情。汪月气呼呼的，他也不煮面了，离开了家，去了医院，打算在休息室暂住。你敢走？你走了就别回来了！沈城吼了一嗓子，但又怕隔壁的王干事一家听见，只能不再说什么，一个人回屋躺着生闷气。汪月一到医院，就有小护士跟他八卦了江小爱和沈家闹翻，以及江小爱是小神医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汪月听得云山雾罩，总觉得不真实。等他到了休息室，就看见了江小爱，更是诧异了。小爱，你怎么在这儿？江小爱对汪月印象不错，在沈家大概也就这位大嫂对她还算是有些关怀。可惜汪月娘家情况太差，在沈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月姐，我和沈家断亲了，不能再叫你大嫂了。小爱，你变了。唉，我真心佩服你，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勇气。月姐，你大晚上的过来，是不是又受委屈了？汪月没敢说沈城暗示他做什么，他只是抱怨了几句，感叹自己没钱，弟弟病了，娘家骂他没良心，但他怕沈城找别人干坏事，就提点了江小爱。小爱，你现在给陆少林治病，吃药打针都要多盯着点，胖丫头有点缺心眼子，别弄错了药啊。江小爱秒懂，但没有说穿。月姐，你信得过我这个乡下来的赤脚医生吗？如果信得过，就说说你弟弟的病，保不齐我能治。我听佳佳和小凤说，院长都求着你来当军医，怎么会信不过你？倒是以前我思想狭隘了，以为你是乡下的赤脚医生，医术一般。我跟你道歉，别跟我说这些见外的话。月姐，说说病情吧。
这不就是哮喘吗？没什么治不了的呀。唉，问题是没钱啊！我娘家穷的叮当响，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家重男轻女，她是长女，下面还有4个妹妹，最后才有了小弟。偏偏小弟身体还不好，他的负担很重。我给他针灸，再花几毛钱买点草药，很容易治。现在就去你娘家扎2针，让他睡个好觉，你看行吗？汪月跟着江小爱止不住的道歉，又说了很多家里重男轻女的事情。这女人真是年代版的樊胜美啊！关键是还没有觉醒，一直被吸血，还觉得理所当然。我弟弟不严重吗？确实有点小感冒，但绝对不是哮喘，就算不吃药，扛2天就好了。所以汪月一脸的痛苦，江小爱没有劝他。有时候人没有被逼到绝路，是不会下狠心的。2人走到医院门口，却看见沈城竟然来了。月儿，我来接你回家。沈城一副好男人的样子。回家吧，我们好好聊聊。今天是我心情不好。他觉得他把发脾气的缘由给说出来，就已经很给汪月脸了。汪月在做思想斗争，沈城头一回给他台阶下。可是今天沈城触到他的底线了，再加上知道弟弟装病，他还是想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我值夜班，刚才跟佳佳换了班，今天回不去了。那好，我陪你上夜班。其实沈城刚才上楼了，看见了王佳佳在上班。敢在我面前说谎，这女人长本事了。等汪月乖乖帮我收拾了陆少林，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一顿汪月。别啊！汪月心虚了，他知道今天如果不回家，沈城不会放过他。我去拿个东西，看看有没有人能顶班。你在这儿等我。沈城没有揭穿，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小爱，今天辛苦你了，大晚上的跟我跑了一趟，还受了委屈，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月姐，如果遇到麻烦，你可以跟我商量，我会尽可能的帮你。谢谢你，小爱。江小爱回到休息室，圆圆正好回来了。小爱，你去哪儿了？陆少林的中药什么时候能吃？圆圆，陆少林是军中模范，我担心啊，有人不希望他恢复健康。你是陆少林的管床护士，我拜托你一定盯紧了，看看有没有人动手脚。如果发现了什么，第一时间跟我说。医院有敌特吗？此时不宜解释太多，圆圆理解错了，那就将错就错吧。也许吧，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几天我还是住在医院，陆少林的药在给他吃之前，你一定让我先闻一闻。次日一大早，江小爱就去给陆少林诊脉，恢复得很快啊，把这个喝了吧，这是野生黄芪，我爸爸在山里采的，城里买不到。江小爱是担心，万一自己的魂哪一天跑了，陆少林可以念江爸爸一个好，能对江家2老多照顾1、2。陆少林立马就是一通彩虹屁，各种夸江爸爸。好巧不巧的，江爸爸和江妈妈就在病房门口。江爸爸现在是越来越满意陆少林了，他进来后也给陆少林诊了脉，恢复的这么快，说明这小子身体底子很好，适合当女婿。陆少林在部队从来都不是话多的人，但现在却一直找话题，努力刷好感值。周静书从来都没有见过儿子这么卖力的讨好别人。药来了，小爱，是我亲自煎的药，我特别仔细，没有发现敌特，你先闻闻。江小爱一闻，脸色大变，有问题吗？我已经很小心了呀。问题大了，这药能吃喜人。父子的量起码比小爱的方子重了10几倍。圆圆，你再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难道汪月出手了？我想不到任何可疑的人啊，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我会不会被列为嫌犯啊？先查药渣。好，我积极配合调查，保护好那碗药，那是证据。京市，陆老爷子接到电话，面色凝重。我会暗中安排，过2天我出差路过定城，我去看看。江小爱边很快找到了药渣子，父女俩仔细检查药渣子，并没有发现问题。圆圆，你再好好回忆一下，你煎好药之后要离开你的眼睛了吗？没有，你昨天晚上提醒我，我就特别仔细，我还想抓个敌特，好立个功呢。现在倒好，敌特没抓到，我怕是要成重要嫌疑人了，真是邪门了啊！难道是闹了鬼啊？圆圆搓着手，委屈的不行了。我们没有怀疑你，真要是你能主动给我闻药，怕是早就趁我不注意，偷偷给陆少林喝了。你放心，咱们认识半年了，我还能不相信你？小爱，你真好，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内鬼给抓出来。几个人回到病房里，把情况说了一下。对不起，都是我的失职，我检讨。小胖子，你别急着检讨。我问你，煎药的锅子还有药碗是你准备的吗？是王佳佳，是她帮我领的药锅，她昨天还提过帮我煎药，但是昨天你不能进食。不过他不像迪特啊，他为什么要害你？没道理啊！而且我跟他认识2年多了。江小爱也很诧异，她先前一直怀疑汪月，现在倒是有些脑子发懵，理不清思绪了。陆少林，你到底挡了多少人的路？有多少人不希望你恢复健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陆少林说完，呲牙一笑，满脸的傲娇之气。江小爱瞬间无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陆哥，我先带着孙强暗中查一下，说不定能抓到大鱼。注意别打草惊蛇。圆圆，现在要看你的了。我能做什么？扯着你的嗓子骂，就说陆少林脾气大，把药丸给打翻了。那人肯定还会再动手。陆少林立马戏精附体。有你这么当护士的吗？一点小事情都做不好，趁早卷铺盖卷滚蛋。圆圆还在发懵，护士长已经进来了。询问情况后，对圆圆说：“赶紧的，再去准备1碗药。”
是。圆圆委屈巴巴的离开，一出病房就开始骂：小圆子，出什么事了？你别急，慢慢说。那个陆少林太难伺候了，我给他端药，一开始说烫，好不容易放凉一些了，我给他送到嘴边，他说要太凉，还推我，好好的药就打翻了，气死我了。确实是太过分了。王佳佳一副感同身受的样子，继而劝道：算了，反正你那一锅熬出来好几顿呢，再给他送一碗吧。病人脾气大，我们也没法子，总不能不管啊。也只能这样了。王佳佳的过度关心让圆圆越来越怀疑她了，而且王佳佳昨天是夜班，按理说早上就该回去休息了，但她又换了一个白班，一定有猫腻。圆圆，要不我帮你吧，反正我也要煎药，一起盯着就是了。好啊，既然要钓大鱼，自然要给鱼儿上钩的机会。还是我来煎药吧。佳佳昨天夜班，今天又换了个白班，这连轴转的，肯定吃不消。我打翻的药应该我来补救。王佳佳则是依然坚持说2份药一起看着，不碍事。圆圆看着这争着帮她煎药的二人，她的脑子都要搅成浆糊了。为什么会有2个嫌疑人？真，我是来替陆少林跟你道歉的，是我惹到他了，他不高兴才发了无名火，连累你了。他是怕圆圆搞不定，找了个由头来了煎药房。在看到汪月的一瞬间，他心都凉了。他真的不希望汪月走了歪路。月姐，你昨天回去没事吧？就那样吧。如果遇到麻烦，别跟我客气，我会帮你。江小爱说出这句话是想给汪月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毕竟昨天是汪月主动提点他。好了，还是我来煎药吧。月姐，你出差刚回来，就别忙活了，先去跟护士长那边说说情况吧。江小爱不希望汪月一错再错，连忙拉着他。月姐，我想求你帮个忙。对，月姐，你忙吧，煎药我一个人就够了。小圆子，你也去忙别的吧。圆圆有些纠结。圆圆，陆少林想跟你道歉，他还不方便走路，能辛苦你去一趟吗？圆圆立马答应下来，她现在一切听江小爱安排。江小爱支开汪月后，假装借笔记，又请教问题，反正就是一直跟着汪月，完全不给汪月任何的机会。然而，快到中午的时候，圆圆一溜小跑的过来。你爸爸说王佳佳送去的药还是有问题，依然是附子严重过量，能吃死人。江小爱嘴角微微上扬，不是汪月就好，她错怪了汪月，心里有些愧疚。王佳佳人呢？方旅长来找你针灸，刚好碰上，就带着人去了院长办公室。陆少林也坐着轮椅过去了，他们让我来找你，走吧。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啊，我就是按照流程煎药的呀。那为什么今天早上你要帮我拿药锅药碗？刚才还抢着帮我煎药，你昨天大夜班，今天该你休息才对，你为什么换班？我和方爱华换班的，他身体不舒服，好几个医生护士都知道。不要避重就轻，就算没有方爱华，你也可能跟别人换班，因为你想做坏事。你为什么这2天突然对我特别好，一直主动帮我？肯定是别有用心。圆圆此时几乎是恨得牙痒痒，甚至比陆少林还要气愤，能忍住没有动手是他的教养。陆少林就坐在轮椅上，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仿佛差点被毒死的人不是他一般。你是军医，到底是谁勾结了你？如果不说，军法处置。方旅长，我没有勾结任何人，请您相信我。死鸭子嘴硬。圆圆，注意你的言辞。王佳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是冤枉的，就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真的做了，坦白从宽。我之所以这2天突然对圆圆很好，是因为我无意中听说王佳佳是院长您的女儿，想巴结她一下。谁跟你说的？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靠本事进医院的，我输液一针就成，不是靠我爸爸。如此紧张的时刻，江小爱竟然想笑，这家伙终于还是掉马了。是食堂的吴大爷说的，吴大爷跟你们家住得近，我承认我确实目的不纯，想靠着巴结圆圆，让院长批准我的调动申请，但是我绝对没有在中药上动手脚，我对天发誓。会不会是汪月？药锅是他碰摔的，他还跟我抢着煎药，除非他也想巴结圆圆，否则他很可疑。不可能，一个上午我都盯着他，绝对不是他。你包庇他，想故意陷害我吗？汪月是沈家的儿媳妇，小江同志，你前几天跟沈家闹腾成那副样子，肯定是沈家在蓄意报复。小爱发现这个王佳佳的问题不小，从刚才的唯唯诺诺到现在拿出有理有据的证据，她仔细打量着王佳佳，似乎找到了答案。保不齐这歪打正着的，真能抓住敌特。江小爱都能看穿的事情，方旅长和陆少林自然也是了然于心。好了，小王，今天委屈你了，事情说清楚就好。你回去工作的时候也帮忙留心，看看除了你举报的汪月，还有什么可疑人物，有新发现随时汇报，不要有心理包袱，这就是例行调查。是，我相信组织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同志。让那个叫汪月的过来问一问情况。还有食堂的那位什么大爷，吴大爷以前是野战部队炊事班的班长，他做的菜那叫一个好吃，尤其是猪肉炖粉条，简直绝了。你别东拉西扯，我不记得我有这样的邻居，是不是有人故意放出烟雾，混淆我们的视线？他不是我们的邻居，他家在西郊，长期住医院，要么是王佳佳撒谎，要么这个吴大爷也应该调查。方旅长看着圆圆胖乎乎的样子，胆子也大，笑着调侃道：我早就注意到这个胖丫头了，性格挺好，没想到是你老袁的女儿，怎么还藏着掖着的？
他要求的我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他只要不提过分的要求，我都没有拒绝。你倒是个好爸爸。我不是好爸爸，从小把他丢在乡下奶奶家，10几岁才接回家，没有把书读好啊。我读得挺好啊，我们村就数我成绩最好，以后要是真能有机会考大学，我肯定考一个给你看看。这时候汪月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我临时取消了沈城在京师的学习，让他这几天在家休假，他的情绪怎么样？方旅长没有审问汪月，只想从侧面打听一下沈城。他希望沈城最好没有动过恶毒心思，而且也是做给王佳佳看的。王佳佳的背后的大鱼，他是一定要钓出来。面对方旅长的问题，汪月有些紧张。昨天他跟着沈城回家后，沈城难得的态度好，一直哄着他，想让他在陆少林的中药里动手脚，他坚决拒绝。今天一到医院，发现陆少林的中药，立马就故意给砸了，还想亲眼盯着煎药，生怕有人动手脚。他情绪不太好，他这个人闲不住的，就盼着能早点回部队。方旅长有些失望，虽然汪月什么都没说，但仅凭察言观色，他就知道答案了。汪月肯定隐瞒了一些事情，而且汪月心里有委屈，所以他又随便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耗了耗时间做给王佳佳看。等到汪月离开后，院长提议再找吴大爷来问话。不用了，找人暗中盯着，铁定是个敌特。而且他和王佳佳分属不同阵营，王佳佳这是要一石二鸟，希望我们调查那个吴大爷，打击对手，还显得他更加无辜，以后他再对我出手就更便利，更不容易被怀疑了。这是怎么了？医院里竟然……院长一脸的痛心。方旅长，安排2个女兵贴身保护我媳妇吧，怕危险了。江小爱一怔，随即想明白了，之前是我太高调了，不想让陆少林回部队的不仅仅是沈城这种卑鄙小人，还有一些敌对势力。之前他昏迷，而现在他让他苏醒了，还扬言让他活蹦乱跳回部队，所以他确实处在危险之中。为什么要保护小爱？难道不是保护陆同志吗？人员一脸懵，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只有他稀里糊涂。害死我！谁让他站起来？江小爱点拨了圆圆一句：我爸爸怕是也危险了。江小爱后悔，原本是想把泼天的富贵跟江家父母分享，现在倒是牵连了江爸爸。方旅长当即同意，会安排专人暗中保护江家2老。方旅长，与其等着敌人出手，不如我们故意给个空子，让敌人钻进来。哟，你这丫头不仅会治病，还是个女诸葛啊！说说你的想法。以我为诱饵。不行，太危险了，绝对不可以。陆少林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媳妇去冒险的，而且作为军人，自己抓不住敌人，让女人去当诱饵，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会很小心。而且不是说了找2个女兵保护我吗？让他们暗中跟着，我有把握万无一失。以我为诱饵吧，明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每年的今天，只要没有出任务，我都会祭拜。能在京市就去他的墓前，如果不在京市，也会去就近的烈士陵园。这件事我曾经在一次报告会上公开提起过，那些死盯着我的敌对分子自然是清楚的。所以明天我坐着轮椅去定城的烈士陵园，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引蛇出洞，玩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旅长，我申请让我们3营配合我参加行动，稍后我会写好作战计划书，请旅长批准。陆少林说罢，就看着方旅长，生怕因为自己身体没有康复的缘故得不到批准。方旅长确实担心陆少林的身体，他略作思考后，我批准你的申请，我会亲自参加你们的行动，务必把敌对分子给一网打尽。计划要详实，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不能出任何纰漏。行动中不能伤及任何一个人民群众。是，保证完成任务。陆少林在院长办公室里写他的作战计划书，江小爱默默离开，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闪进了空间实验室，抓紧时间配置药材。他能做的就是让陆少林站起来，还要帮他恢复力量。这次的中药是妈妈亲自熬出来的，我和我爸验过，绝对万无一失了。明天要执行任务，吃了药，你的状态会好一些。陆少林见到媳妇关心自己的样子，嘴角露出了笑容，连忙把药吃下去。江小爱又给陆少林施针，累得满头汗。他相信陆少林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了。撑着桌子，看看能不能站了。方旅长看见陆少林站起来，一下子激动的忘了自己还扎着针，就要起身过去。还好江小爱眼疾手快，一把给他摁住。方旅长，针。方旅长瞬间消停了，但眼睛里还是激动。站起来了，能走吗？试试吧，不过慢着点，循序渐进。江小爱对自己在空间里配置的药丸子非常有信心。陆少林一点点的适应，先是撑着桌子慢慢走，围着办公桌走了3圈，就满头大汗了。饶是如此，方旅长看的那叫一个激动，眼圈都微红了。陆少林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原以为已经没救了，没想到竟然峰回路转。江小爱真是个福星啊！休息一下，药效还没有完全发挥，等会儿会更好。你先把你的计划书写完，过2个钟头再试试走路，到时候可以尝试跳2下了。我真是娶到宝了，有个懂医术的媳妇，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小爱，不要声张我能走的事情，我的状态越弱，敌人越容易轻视我，计划会更顺利。
放心，我不笨。江小爱给方旅长取了针，方旅长急忙冲到陆少林的跟前，弯着腰捏了捏陆少林的腿。好小子，这是要不了1个月就能活蹦乱跳了。江小爱微笑着，没有继续打扰他们制定作战计划，离开了办公室。陆少林所在三营这时候在暗中集结精英，而沈城却依然被晾在一边。他想去打听，却被营长郑大成骂了一顿，还关了禁闭，罚他抄保密条例。他忐忑不安，不知道汪月有没有动手，会不会被发现，把责任推给他，偏偏又不敢问，他不能此地无银300两。其实营长早已得到了方旅长要暂时控制沈城的命令，没想到沈城就撞枪口上了，他干脆就给他关2天禁闭。医院那边，王佳佳故意找茬，跟汪月大吵起来。陆少林的中药被下毒的事情，瞬间被传得沸沸扬扬。我怀疑他是在给同伴通风报信。很好啊，证明他已经认为下毒或者在医疗方面动手脚没有用了。那么明天他背后的人一定会孤注一掷。我要怎么处理他？骂他几句，让他停止反省。他不用上班，活动的机会更大，正好盯着他。陆少林此时已经写好了作战计划书，他又一次撑着桌子站起来，这一次更轻松了。你，陆少林一边慢慢走，一边跟院长开玩笑。我媳妇比你1间医院都管用。他想到江小爱说过可以尝试跳一跳，他一使劲儿就跳到了椅子上。好小子啊！这下他放心了，明天的行动他的把握更大了。院长呆呆看了老半天。江小爱，我要定了，简直就是华佗在世啊！你要定了，那是我媳妇。院长匆匆离开，他要再去找江小爱谈一谈，这种人才他要竭尽全力挖过来。陆少林一行人出发去烈士陵园，因为方旅长来，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警卫班。只是去商店买祭奠用的烟酒时，用2个女战士替代了江小爱和周静书。来到烈士陵园，所有人都很从容，方旅长还时不时跟陆少林聊一聊以前他父亲的事情。此时一个长者打扮的人故意走过来。解放军同志啊，我们想点个香，忘了带火柴，能不能借个火？好，大英、二英，把香拿过来。2个年轻姑娘提着篮子过来，看起来就是普通百姓，可掀开篮子的布盖帘，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是2把枪。陆少林吃了江小爱潜心研制的药，再加上天泉水，现在别说2个女人了，就算是来几个壮汉，也未必打得过他。与此同时，警卫班的人轻松控制了其余人。就这，简直太轻松了。继续祭拜吧，毕竟今天也是父亲的忌日。方旅长让张伟带着警卫班把俘虏押回去审问，他留下来陪着陆少林。此时烈士陵园里只有陆少林、方旅长和2个警卫员，算是兵力最空虚的时刻。吴大爷今天请假了，王佳佳背后的那波人已经解决了，接下来估摸着吴大爷要出手了。吴大爷是当初国派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上一次重伤陆少林的就是他们这个小组放的冷枪。之前他想弄死陆少林，就故意暗示了王佳佳一些线索，没想到王佳佳搞砸了。他们这个小组最喜欢的就是躲在暗处，不是搞偷袭就是捡漏。陆少林刚才暴露了可以走路的事实，索性就不坐轮椅了。他们一行4个人不是被墓碑挡着，就是在树后，对方的狙击手根本无法开枪。老吴，他们是不是察觉到我们了？沉住气，先别开枪，观察一下情况。他们今天来了2个狙击手，另一个带人在对面埋伏。陆少林故意把穿了防弹衣的后背暴露出来，对面的狙击手按照原计划对着陆少林开枪了。同时，陆少林安排在暗中的人立马锁定位置，不动声色把人给活捉了。而吴大爷那边毫不知情。小陆，陆少林装喜，小声说：“我没事，防弹衣很结实。旅长，您小心点，还有一组狙击手。”方旅长按原计划装作慌乱，大喊着：“什么人？保护旅长，先撤！”吴大爷身边的狙击手要开枪，却被吴大爷拦住：“别开枪，藏好了，这是一个圈套。”以他对方旅长的了解，这人绝不会抛下陆少林一个人逃跑。这个时候开枪暴露了位置，他们就跑不了。可惜陆少林早就猜到吴大爷想藏着，等他们放松警惕后，要么放冷枪，要么偷偷逃走。但营长大人带了不少人藏在山上，会利用这个时间把陵园内所有可以安置伏击的位置搜一遍。也就10来分钟，几个战士举枪指着吴大爷2人：“不许动，交枪不杀！”营长在半山处亲自摇了摇小旗子。陆少林看到后就爬了起来，对着半山腰喊着：“营长，你太慢了，我没被打洗，要被冻洗了。”臭小子，你可以啊！这才醒过来，身手就恢复了。我媳妇是小神医，有她护着我，我能长命百岁。营长，我今天算立功了吗？一下子抓了2窝，肯定少不了你的。陆哥，啥时候出院啊？我看你现在就挺好啊，明天带训练吧。小陆，我看你已经活蹦乱跳了，让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没什么大问题就回来报。